这个世界的人在岩浆里养小龙虾，把永冻冰层做成衣服，甚至还要狂炫巴顿秘制小汉堡。只因高等文明封锁了蓝星资源，蛮荒求生游戏降临，各国可以派遣开拓者进入蛮荒，获得的物资能够100万倍返还给所属国。只是别人的出生地不是森林就是海岛，而我却被扔进了 S 级冰原禁区。第一晚就险些被冻成冰棍，全世界都嘲笑龙国气数已尽，打赌我活不过3天。可他们不知道我觉醒了每日情报系统，能够精准定位资源并提前预警危机。就算把我扔在蛮荒2年半，我也能像度假一样滋润。此时我盯着系统面板上4个情报方向，陷入了沉思。按理说我应该继续选择物资，可是这里的气温是-52摄氏度，再耗下去我迟早会被冻成一具冰雕。况且系统只是指引，资源不会凭空变出来，因此我想要长期生存，就必须了解周围地理气候。可是我心里还在犹豫，万一周围什么都没有，岂不是白白浪费情报机会？纠结良久，我还是遵循内心的指引。我选 B 环境。下一秒，我眼前一花，一个3D 全息地形图出现在我的视网膜上，而系统显示71小时后会有雪灾降临。可我现在的位置根本无法抵抗，唯一的生机在东北方。我立即放大东北方的地图，发现那里居然是一个活水湖，并且冰层只有20厘米。我顿时兴奋不已。有活水就代表着有鱼，也意味着那里有长期食物来源，先去看看再说。说着我就朝活水湖的方向前进，眼前自动出现了一个金色箭头为我指引方向。不到20分钟，我就到了情报指示的位置。放眼望去，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雪原，但我知道脚下20厘米就是生机。与此同时，永动台原的直播里一片哗然，这小子在干嘛？这种天气离开庇护所，出去就是送死。坏了，我家暖气停了，说是社区资源不足，开拓者们能不能给点力啊？别吵了，我去倒数几名的直播间看过，他们都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现在肯定比我们更难受。此时我已经根据情报系统提示来到了目的地，找好位置后，我抡起合金铲用力砸向薄弱点，却只溅起细碎的冰碴。很快我的胳膊就被震麻了，手指头也冻得发僵，但我没敢停，因为一旦停下汗水就会结冰，到时候我就会陷入失温状态，那才是真的完了。我咬紧舌尖，强打精神，一铲接一铲精准砸向同一处。就当我坚持不住快要晕倒的时候，哗啦一声，冰面碎了，黑色湖水因为压强瞬间溅了我一脸，我猛地后退一步，瘫倒在地。我操，真的痛了，还好我退得快，要不然就掉进去了。此时直播间瞬间炸开，这小子特么是人肉钻井机吧？冻土的湖不就是一潭死水，还能有鱼不成？行了，别拿你那点浅薄的知识揣测蛮荒世界。你不知道有人在岩浆里抓到了小龙虾吗？凿开了又怎样？他拿什么抓鱼？这一问立刻给狂热的气氛泼了盆冷水，而我现在却充满了信心。看着眼前活跃起来的水面，我没有着急动手，而是静静等待时机。当一条黑鱼游到合金铲上方时，我将手中的铲子猛地一挺，下一秒一条通体漆黑的鱼被甩到了冰面上。而我看着这条有小臂长的黑鱼，心中松了一口气，同时一股眩晕感随之而来。紧接着系统在我耳边响起，警告开拓者的饱食度已降至5点。不行，我现在需要补充下能量。刚刚的长途跋涉加上暴力破冰，身体已经达到极限了。我立刻掏出半块银星级肉干吃了起来，这是我刚觉醒情报系统时找到的一个背包里面的物资，里面不仅有肉干，还有矿煤跟萤火公子。而此时直播间里一条金色弹幕格外扎眼，8个这种战略级的银星物资竟然自己吃了，简直是暴殄天物，难道不应该上传给国家吗？这条弹幕瞬间点燃了大夏国观众的怒火，哪来的狗在叫？张雨萍本是找到的，凭什么不能吃？就是不吃饱怎么干活？滚回樱花国直播间去，这里不欢迎你。随着肉干下肚，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饱食度也大幅提升到了48点。我搓了搓冻僵的手掌，驱散寒意后，就立刻抓起合金铲，再次蹲回冰窟窿旁，准备趁热打铁，再用我那无与伦比的热情，帮这些鱼儿远离冰冷黑暗的湖水。终于在我耐心的蹲守下，又一条铁鳞黑鱼成功上岸。此时不少钓鱼佬涌入直播间，竟然是冰钓，这小子竟然拿铲子钓到2条鱼，疯了吧？能进入蛮荒的开拓者都是神射手加钓鱼达人，但像张宇这么捞鱼的，的确是头一人。就在钓鱼佬们震惊的时候，我又捞了一条铁鳞黑鱼，然而我的好运似乎戛然而止。接下来半个小时，我都毫无所获，是自己动静太大把鱼吓跑了，还是氧气已经饱和了？原本聚集在洞口呼吸的黑影们竟然全都不见了。但是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重新蹲了下来。就在我等的身体开始僵硬的时候，突然漆黑如墨的水面下划过一抹荧光，我猛地向上一挥，铲面精准的将其带向半空。紧接着一条怪鱼被甩在冰面上，但这条银鱼刚一落地，就用尾巴在冰面上一拍，随后高高弹起。就在它要落入洞口的时候，我将手中的合金铲向前一拍，给老子留下！随后银鱼就被拍向了远处的冰面。就在这时，国运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获得1阶冰银铸鱼，食用后可大幅增强抗寒能力。听到这里我顿时乐了，不枉我冻了这么久。此时直播间的弹幕陷入了短暂的空白，随即彻底爆发。卧槽，刚才吓死我了！这可是号称人类生命禁区的永动台原啊！在一片震惊与讨论中，很快有人想起了之前的不愉快。山本一郎人呢？怎么不叨叨啊？然而对方依旧死鸭子嘴硬，呵呵，侥幸而已，有本事让他再抓一个。就在他发出弹幕的那一刻，我又一次的抓到了冰银铸鱼。此刻我看着地上的5条鱼，决定先打道回府。返程的路有些难走，原本的侧风变成了逆风，每迈出一步都要与狂暴的大自然较量。不过在体温即将跌破警戒线的前一刻，我还是走到了洞口。尼玛，冻死我了！
我靠在雪墙上喘息良久，才感觉僵硬的手指恢复一点知觉。随后我颤着手从怀里摸出高能矿煤，借着微弱天光将它分成4块，只要把温度维持在0度以上，不冻死就行。这样我就还能再坚持7、8天。几秒钟后，熟悉的幽蓝色火焰再次升腾燃起，等鱼身稍软后，我直接破开一条冰银柱鱼的肚皮，把它架在合金铲上烤了起来。可就在我抬手准备翻面的时候，另一条冰银柱鱼骤然惊醒，鱼尾狠狠地拍击地面，身形借力弹起，张口朝着我的面门扑来。我下意识地抬起正在烤鱼的合金铲，一敲结结实实地拍在了鱼头之上。不等它挣扎，我的手腕再度发力，铲刃顺势剁下鱼头。不愧是蛮荒的鱼，竟然在陆地上也能活。不过这也证明了这鱼的活性极强，蕴含的能量绝对不低。随后我把掉在地上的鱼重新架回火上，几分钟后，一股难以言喻的香气开始在地洞里弥漫。我顾不上它，撕下一块鱼肉就塞进嘴里。随后一股热流迅速驱散了我体内残留的寒意，这时系统提示我的保湿度以及抗寒能力都在大幅度提升，我不禁感慨起来，不愧是稀有资源，随便烤都是银星级食物。而我只吃了几口就有这种效果。我又看了一眼被我砍死的冰银柱鱼，这条可以先上传国家，给老爸老妈和老妹尝尝鲜。想到这儿，我将手按在那条冰银柱鱼上，确认上传今日物资。随后我就听到了国运系统的声音：大夏开拓者张宇，上传一阶冰银柱鱼1条，该物资为首次上传的全新物种，正在计算国运回馈倍率。见状，我心中不免激动起来，竟然触发了计算。根据蓝星已知信息，蛮荒物资从垃圾的 F 级到传说的 B 级，一共分为5个评级，评级越高返还物资倍数越低。而这一次光幕上的数字开始疯狂跳动，恭喜触发稀有物资暴击奖励，本次巨献倍率10000倍，该物资将直接投放至大夏国官方备用冷库。还没等我从这个恐怖的数字中缓过神来，第2道提示随之而来：恭喜开拓者首次上传冰银柱鱼，获得特殊奖励生存盲盒，请选择您要空投的盲盒等级。3个散发着不同光芒的虚拟箱子悬浮在我的眼前。见状，我瞬间呼吸急促起来，竟然还触发了特殊奖励。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估计会选择稳妥的普通级或稀有级，但我有挂呀，怕个鸟！想到这，我立马选择了传说级盲盒。不过片刻，系统就提示我，传说级生存盲盒已投放。而我强压住现在就出去寻找的心思，继续查看国运排行榜。此时我的名字已经杀入全国前100，这让我非常兴奋。要知道，排名越靠前的开拓者，国家对其家人待遇就越好。只要我努力向前冲刺，我妹妹的眼疾就可以得到特殊资源救治。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恭喜开拓者进入前100名。如果次月留在榜单，奖励初级健体液1瓶，可增强综合体质。果然，开拓者排名越靠前，额外奖励就越好。等到3个月后，我就能进入幸存者总榜，那里包含之前所有幸存的开拓者，排名奖励也会更加丰厚。兴奋劲过去后，我看向自己的面板，数值一切正常，就连体温也保持在了36.5，这让我长舒一口气。还不错，不仅物资储备大幅提高，还拥有了一个生存盲盒，这顿时让我安心不少，至少不用担心被冻死或者饿死。就这样，我怀揣着对第2天的美好期待，关闭直播倒头就睡。再次睁眼的时候，情报系统已经刷新了，上面又是那4个选项。思考片刻后，我选择了生存。下一秒我就得到了传说级生存盲盒的坐标，这让我兴奋地挥了下拳。接下来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备就出发了，同时我点了下腕表上的开播选项。家人们，上午好，今天我准备去找投放物资。紧接着我跟父母报了一下平安，就迎着风雪前往了目的地。由于昨天的万倍上传巨献，一开播在线人数就蹭蹭往上涨。他竟然要在永东台原找绝命空投，大神他是疯了吗？这种天气出去就是找死。一个退役的开拓者王刚也跟着发言，小伙子，不要执着于奖励，尽力而为就好。下一秒直播间还来了位不速之客，2条鱼就让你自寻死路。大夏国开拓者都这么狂妄自大，尼玛的，小鬼子又来恶心人了。而此时我早就不看弹幕了，专心的跟着情报系统的金色箭头向前走。不过片刻我就到达了目的地，用合金铲挖了不到20分钟，一个金属箱子就露了出来。我颤抖着手打开了盲盒，里面是一套银白色的金属构件。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大夏国开拓者获得传说级便携式极地雪地车。闻言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操，竟然是这么牛掰的代步工具。随后我立即将金属构件组装完成。我看着眼前的雪地车兴奋不已，尤其是那个可以伸缩的货架，完全是让我解放双手的存在。接下来我又试了一下雪地车的马力，十分顺滑的就开了出去。此时直播间观众瞬间就懵了，我也想要这么帅的车，现在报名来得及吗？当然，不过你首先要作为开拓者落在永动台原，再找到稀有物资上传，最后选择传说级盲盒才有可能得到。而我此时正在享受着风驰电掣的爽感，根本就没有看弹幕。开了没一会我就回了初始投放地，把那个金属箱子放在雪橇车上当储物箱使用。紧接着我就直奔昨天的冰湖中心，半个小时后我就到达了目的地，直接省了我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今天不管我钓多少鱼都可以带走了。可我刚下车就发现冰洞周围有很多巨大的深坑，看着爪印的深度和跨度，估计是一头成年血魔熊。我警惕地看向四周，却没看见任何魔兽的踪迹，估计是昨晚被鱼群的气味吸引来的。看来今天要多捞一些鱼了。
至少保证这个地方废弃之前要有充足的食物支撑我找到下一份生存物资。说着，我将雪地车停到了身前挡风，然后挥动合金铲再次砸开了冰面，瞬间就有几条鱼浮了上来。我眼疾手快地用合金铲助鱼上岸，短短半个小时，我就收获了3条肥硕的大黑鱼，但它只能果腹，根本没有银鱼那种提升抗寒的能力，这让我有些丧气。随后我又想到昨晚在鱼场内看到的黑色鳞片，难道这黑鱼是它的主要食物？想到这，我立即挥动铲子将黑鱼剁碎，然后用合金铲盛着沉入冰水中。时间不长，就有一大群冰银柱鱼游了过来。我猛地向上扬起铲柄，可鱼在出水时就顺着铲子边缘跳了下去。见状，我气得直磨牙，是我太心急了。但好在银鱼并没有因为我的动作而退散，反而更多了。我将一块块鱼肉丢入湖里，然后凭着爆发力把引来的鱼猛地向岸上甩去。虽然10次挥铲有8次是空的，甚至有好几次鱼都飞到冰面上，又扭着身子弹回了水里，但架不住这些鱼前赴后继地往铲子上面。而我也逐渐掌握了诀窍，不再空铲。很快我就拍上岸7条银鱼，大概有40斤重。我将所有鱼码放在雪地车的金属箱子里，然后向避难所的方向全速冲刺。没一会儿就回到了熟悉的小雪洞。随后我就将鱼搬进了地洞，同时也把雪地车重新折叠好。望着行李箱大小的金属方块，我再度惊叹高等文明造物的神奇。在洞口留好透气孔后，我就点燃了一小块高能矿煤。随着地洞内的温度缓慢回升，我浑身肌肉都酸痛麻木起来。不过我看着眼前堆成小山的鱼，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今天必须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我拿出一条银鱼烤了起来。几分钟后，一股鲜甜的鱼香味就飘进了我的鼻子。我咽了咽口水，这也太香了吧！一番暴风吸入过后，我的抗寒能力直接拉高到了20%。看这意思是以后还能提升，我心中顿时激动不已。这气温说变就变，只要我抗寒能力增强，那么活下去的几率就越高。休息片刻后，我将剩下鱼全做成烤鱼。为了便于保存，我尽量将每条鱼都烤得干巴巴的。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今日物资上传结算还有5分钟。而我看着眼前的鱼山陷入了沉思。按理说今天大丰收，应该多上传一些，无论是国运奖励还是对自己家人都会更好。但是血魔熊的活动规律尚不清楚，短时间不能再去冰湖，未来几天暴风雪也会持续，根本无法外出。这些鱼或许是我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全部口粮。想到这里，我眼神一迷。不能全上传，是上传物资还是维持生存，一直都是开拓者需要平衡取舍的。但排名上升的奖励也非常诱人，前3个月排行榜前10的开拓者都将获得极大的好处，而不在排行榜的开拓者大多会因各种原因被蛮荒淘汰。想了想，我将手按在一条尖的金黄的冰银柱鱼上，确认上传今日物资。随后我就听到了国运系统的声音：大夏开拓者张宇上传烤冰银柱鱼成品食物1条，大夏国获得资源抗寒烤鱼1条。使用后可提高抗寒能力。恭喜开拓者张宇进入前50名，次月依旧留在保单，可奖励初级健体液5瓶。我连忙打开了国运排行榜，此时我的排名已经到了42名。等我获得了健体液，就能猎杀魔兽了，这样我的生存几率就能大幅提高。就在这时，洞口3米范围内传来一阵沉重的踏雪声，下一秒粗重的呼吸就带着腥臊味从透气孔钻入，我心头顿时一紧，立刻摸向手边的合金铲，另一只手抓起洞穴盖在了回门上。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我握紧合金铲，随时准备决斗。但那个脚步声忽然又转身离去，我丝毫不敢放松，因为他去的方向正是我昨天丢弃内脏的地方。他是被血腥味引走的。妈的！如果昨天把内脏埋在洞口附近，现在的我恐怕已经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等到天光微亮的时候，国运系统的光幕准时出现。看到昨日死亡人数，我的心猛地一沉。仅仅是1个晚上，就有4000人消失在了蛮荒世界。想到昨晚的惊魂夜，我深吸一口气后选择了危机。下一秒，我视野中的世界就变了。原本昏暗的地洞口突然亮起了一层淡黄色的滤镜，数据流在视网膜上疯狂重组，最后化作了一个特殊视野。紧接着眼前浮现一行字：在接下来的5天里，你将看见未来1周内生物留下的踪迹与信息素标记。竟然是现实的，不过这对我而言足够了。随后我走到洞口，眼中出现一道惨绿色的轨迹，甚至还有2团浓重的光斑，几乎贴到了血砖缝隙上。与此同时，一条猩红的小字悄然浮现：一阶血魔狼在凌晨将你标记为猎物。见状，我攥紧拳头。该死！血魔狼是蛮荒寒冷地带常见的群居掠食魔兽，比蓝星的野狼更加狡猾，一旦被盯上，不死也得脱层皮。而我现在连趁手的武器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和狼群搏斗。这地方确实不能继续待了。就在这时，一阵警报声在我耳边响起：警告！当前庇护所无法躲避白灾，唯一生机在东北方。视网膜上的气象警报也不停地催促我快点找一个新的庇护所。想到这，我立即打开雪地车，将所有物资都放入金属箱内。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的直播也开启了。卧槽，这么多全是银星级食物，我没睡醒吧？大神这是要干什么去？而我没看弹幕内容，直接骑着雪地车扎进了漫天风雪之中。没过多久，我突然降下了车速，在危机情报的特殊视野中，左前方雪坡下竟透出一条极其微弱的淡黄色轨迹，垂直扎入地下半米深的洞土之中。等我的雪地车慢慢靠近后，轨迹上浮现出一行小字：一阶台原巨型雪鼠，3天前陷入深度冬眠中。见状，我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正好想吃肉呢。于是我顺着轨迹找到了雪鼠的藏身之处。直播间内，不少观众认出这家伙，
大神小心，别看它是鼠类，但性情极度凶残，它的咬合力能轻易咬断成年人的手指，连血魔狼都不敢轻易招惹它。听到董哥们的警告，弹幕瞬间紧张起来，而我却用铲子最锋利的侧刃对着血鼠的脑袋狠狠劈下，直接将对方在睡梦中就砸死了。紧接着我一把抓住他的后颈皮提溜了出来。好家伙，真沉，至少有20斤。随后我又在鼠洞中掏出了7颗蓝色的果实，即使在洞土里埋藏许久，这些果实依然表皮紧致，而直播间的观众瞬间就炸锅了。卧槽，这可是冰蓝浆果，在寒冷地区，这种可新鲜果实比黄金还珍贵，它含有极高浓度的维生素和能量。大神这运气简直了，别说直播间了，就连我自己也暗道好运气，毕竟不是每只巨型血鼠都能有这么多存货的。但也侧面说明危机情报对我极为重要。我将肥硕的血鼠和浆果扔进车厢，拍了拍手上的土屑就继续前行。此时蓝星第3中心情报局内，作为观察员的柳菲菲将我的近况汇报后，情报局的组长谭青就下令将我升级为了种子级开拓者。父母和妹妹也被接到了京城核心圈的安置，不仅获得了大量的食物资源，还给他们发了3万元奖金，并且启动了天启者评估预案。要知道，天启者在各国的每批开拓者中只有1个名额，这是高等文明留下的特殊规则，对下个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依然在为寻找庇护所赶路。此刻，在我的淡金色视野中，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一条特殊的淡黄色轨迹钻入地下。短短半天的路程，我至少发现了20处资源窝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只要能找到一个安全的据点度过白灾，这里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深夜，经过1天的跋涉，我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庇护所，于是我将雪地车折叠好后，就简单挖了个雪洞钻进去。今天我并不打算上交物资，这些食物就是我的生命线。而且经过1天的跋涉后，我的视网膜上已不再有周围的环境信息了。深夜出行并不划算，而我也急需休息以便恢复体力。等到第2天情报系统刷新的时候，我直接选择了环境，视网膜上再次展开淡金色的3D 全息地形图。而且得益于载具的加持，这次的地图范围扩大到了10公里。我发现这次地图上多了庇护所的坐标，左侧5公里处是一个白色光点，而右侧15公里处则是一团散发着橘红色的暖光。当我的注意力聚焦左侧白色光点时，系统立即弹出了相应庇护所详情。看着视网膜上的内容，我立即选择了热能溶洞。白灾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热能溶洞能为我节省极大的热量。此刻已经到了直播间开启的时间，早已等待多时的数万蓝星观众瞬间涌入我的直播间。大神目前物资储备量能排进全球前10，我靠，真的假的？我没去看直播间的弹幕内容，而是在拼命蹬踏雪地车的助力踏板。现在的风越来越大，车身在狂风的阻力下几近停滞。突然系统提醒我，距离热能溶洞还有12公里，警告5小时后即白灾全面爆发。当前气温零下50摄氏度，闻言我顿时感觉血液都要凝固了。此时我的体能已经无法支撑我继续前进。思索片刻后，我从怀里掏出银星级烤鱼，连吃了3条。此时直播间观众全都懵了，卧槽，连吃3条，饱食度超上线了吧？他疯了吗？那可是银星级啊，1条就能换几百套房的资源，这是不过了吗？不过片刻，我感觉到一股热流在体内炸开，皮肤也变得通红，甚至冒出肉眼可见的白烟。下一秒，国运系统提示：恭喜开拓者获得了终极抗寒能力。闻言，我怒吼一声：“给我动起来！”滑落雪地车的速度瞬间飙升，硬生生撕开了面前的风墙。然而，就在我重新加速的瞬间，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身后几公里处，一道高达数百米的白色墙壁，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无声的向我平推而来。白灾具象化了，他在追逐我的背影。这一刻，直播间的弹幕上满屏都是快跑2个字，耳边突然传来刺耳的警告：白灾降临倒计时开始，10、9、8。就在这时，我透过漫天飞舞的冰碴，看见前方有一块巨大的背风岩石下面，正隐隐透出一丝橘红色的微光，那是地热。与此同时的大夏情报局，柳菲菲看着我的直播间，脸色一片惨白。上月灯塔国遭遇 B 级沙暴，3名特种兵王直接尸骨无存，而张宇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白灾。根据数据计算，他的生存几率基本为0。坐在对面的谭青一巴掌拍在了办公桌上，张宇不会有事的，他刚提升了终极体质，还有希望。而此时我离眼前的石洞还有400米，可身后的风暴已经压了过来，这巨大的气压差点让我迷失方向。紧接着我感觉背后好像被人推了一把，然后连人带车几乎是飞了起来。看着近在咫尺的洞穴，我猛地一扭车把，借着惯性冲入裂缝之中。下一秒，连人带车侧翻到雪地里，但我悬着的心却骤然落地，终于活下来了。而我不知道的是，直播间中的弹幕已经彻底疯狂了起来。卧槽，我刚刚都不敢看，大神竟然活下来了，泪目了兄弟们。但这时几个樱花国的弹幕飘了过来，不过是一场稍微大点的暴风雪。大夏人真是没见过世面，观众当然不能惯着，顺着网线就骂了回去。受不了了，谁赞助我1个机票钱，老子过去带走他们。然而就在骂战即将开始之际，直播间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那是风暴撞击岩石的声音。紧接着在低温与狂风压迫下，无数尖锐的冰刺从洞口向内部疯狂生长，沿着岩壁和地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深处急速蔓延，最终他们撞上溶洞深处不断涌现的热源。
尖端开始迟滞和融化，然后彻底凝固，形成一道半透明却又壮观的冰封大幕。而我此刻正在观察系统评级的 S 级新家，目测面积已经超过了500平米，穹顶挑高10几米，但地面上到处是散落的碎石和凸起的岩块，有些难以落脚。这时我俯身仔细观察大厅里的植物，只见溶洞内飘着一层淡淡的白雾，岩壁高处的裂缝中渗出的水珠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溪，朝溶洞深处那漆黑的未知区域流去。但我没有立刻朝深处探索，而是将地上那些碍脚的碎石块搬走，甚至在怪石嶙峋间跳跃和攀爬，检查着每一个角落。而直播间里，不少第一次来的外国观众被我利落的身手惊到，哇塞，这个大夏人核心力量太强了，在乱石堆里如履平地，简直像是一头雪豹。大夏国的观众忍不住也发起弹幕调侃，这就快了，那是你们没见过大神开车的时候。众所周知，大神是大夏第一快男。在一声声调侃里，我的直播结束了。不过议论的热情还在延续。我今天依旧没有上传任何物资，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已经掉出前100了，只是没想到我的饱食度已达到300上下。那么未来只有食用魔兽或更高品质食物才能继续增强体质。就在我沉思时，一股股带着刺鼻氨气味的热浪从洞穴深处喷涌而出。我打开危机视野，发现这处庇护所的上方挂满了淡红色的轨迹，全部都是2阶暗窟魔符，而且还在冬眠。虽然它们粪便能制消食造炸药，但是我没有武器，一旦动手，这里沉睡的蝙蝠必然会惊醒。面对这种会飞的魔兽群，自己只有会被吸成干尸这一条路。连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我真是太穷了。感慨完后，我退回相对清新的大厅前部，整理物资休息。经过一夜的休整，我的体能已恢复至巅峰。既然已经安顿下来，我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自家地下室的全貌。于是我根据已经更新的情报系统，选择了环境，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或者资源。这一次环境情报直接生成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地体剖面图。地图以我所在的溶洞大厅为圆点，向下延伸出无数条错综复杂的脉络，宛如一个巨大的蚁穴。就在我观察地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散发着诡异紫光的倒金字塔图标。下一秒，环境情报播报：恭喜宿主发现世界新秘文明的遗迹，在地下25公里处有一座残破的风雪神庙，建议宿主亲自前往，有机会获得超自然能力。闻言，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在进入蛮荒初期，开拓者都只能靠肉体硬抗恶劣环境，若能长期生存下来，就可以不断进化体质，成为真正的蛮荒猎人。不过超自然能力，我之前的确没听说过。目前已知的是，幸存者总榜前10的开拓者力量已经达到3阶魔兽的程度。我当即决定必须去看看，不过去之前我得先干饭。于是我将前天路上顺手抓的那只雪鼠从金属箱里提了出来。直播间刚开播，大家都被硕鼠吸引了目光。这雪鼠一看就有福啊！卧槽，大神又做饭了。庇护所的第一餐，我搭了一个简易灶台，然后在上面架了一块洗净平整的青石板，底下又点燃了一小块高能矿板，才把雪鼠肉放了上去。不过片刻，一股霸道的肉汁香气四溢，然后我掏出3颗冰蓝浆果将其捣碎，这时我才夹起一块还在滴油的肉片，在果酱碗里一蘸，就这样裹满了冰凉果肉的烤肉被送入口中。我顿时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绝了！此刻无数中外观众此刻统一站线，大神，求求你做个人吧，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吃法吗？而柳菲菲看着屏幕里的忙碌的身影，嘴角微微翘起。蓝星第8批开拓者，有人为食物奔波，有人为庇护所而忙碌，但张宇这个身处永动胎源的开拓者，竟然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这或许是一处顶级庇护所带来的底气吧。与此同时，大夏国的特别行动局，大夏国军方与政界的顶级大佬，他们的目光正盯着大屏幕上不断切换的实时监控，而谭青正用激光笔点在屏幕上。各位领导，以上是蛮荒前9日全球种子级开拓者的生存现状汇报。赵铁柱在 B 级黑暗丛林中剧毒缠身，需要在3天内寻找解药。李青青因为饮用污染水源不幸染上痢疾，只有墓穴处境稍稳，但是急需庇护所。几位首长眉头紧锁地看着监控画面。这时老首长揉了揉眉头，永动台元那小子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闻言，谭青一愣，随即切换屏幕，只见视频里的张宇正在围着篝火烤着鼠肉，会议室瞬间落针可闻。老首长喝了一口茶水，然后指着屏幕又气又笑：这个臭小子，别人在蛮荒忍饥挨饿，他倒好过得逍遥自在。会议室气氛瞬间活络，众人纷纷赞许。提及张宇不仅找到庇护所，还挖出了传说级雪地车，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开拓者。老首长随即询问张宇的庇护所评级，谭青立刻调出报告，他的庇护所评级为1级，全球评分第10，我建议将他列为第8批天启候选人。闻言，老首长收敛笑意，沉思片刻，是个好苗子，但天启事关国运，姿势体大，还需要再观察几日。此时我正在剥离雪鼠的板油和内脏脂肪，然后将其切成小块，一股脑丢进石锅，浓郁的油香很快弥漫开来。我趁熬油的间隙，将10几斤精肉切成了手指粗细的肉条，随后我把肉条铺在矿煤四周风干脱水，等石锅里的油渣炸至金黄浮起时，我找了块干净石碗，将滚烫澄澈的油脂倒了出来，既能当食用油，也能做防冻涂层或照明燃料。动物油脂的高效利用，本就是绝地求生的必考题，这点上我的实战与理论都接近满分。接着我把硕大的雪鼠皮铺在平整岩石上，合金铲再次化作刮刀处理皮毛上残余油脂和肉屑，然后我抡起铲背敲碎鼠头，完整剔出2颗坚硬如凿的门牙和4根高密度腿骨，掂了掂手里的骨头，我嘴角微扬，这2颗门牙弯曲度正好，打磨下就是天然倒刺鱼钩，有了这工具，捕鱼效率肯定能大增。分类码好最后一块骨头，
此时提示音接连响起：获得普通鼠肉干5斤，获得普通银双绒鼠皮1张。获得普通硬质鼠牙2只。收拾妥当后，我背起简易背包，往里面装了几块肉干，又俯身灌了几口血水解渴，随即重新握紧合金铲。这时视网膜上的淡金色地图适时亮起，那处散发着诡异紫光的倒金字塔坐标正无声地吸引着我。既然是系统推荐，那我就去探探路。这溶洞庇护所终究不算顶级，或许下方藏着更有价值的收获。打定主意，我便循着地图指引，钻进了溶洞深处的漆黑隧道。视网膜上的环境情报为我规划出一条淡蓝色安全路径，即便只有幽蓝温台透出微光，我也能从容迈步。只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氨气混合腐肉发酵的恶臭，让我下意识蹙紧眉头，但是脚步却没敢停顿片刻。30分钟后，恶臭达到顶峰，我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瞬间头皮发麻。只见几十米高的穹顶上，密密麻麻倒挂着成千上万只魔兽，全部都是成年的2阶暗窟魔符。这时情报系统突然响起提示音，警告，极度危险。闻言我瞳孔骤缩，这些家伙的体型比蓝星的苍鹰还大，黑色皮膜裹着强壮躯干，即便沉睡，凶戾气息也令人心惊。若不是情报确认他们在冬眠，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踏进一步。往地面看去，灰白色粪便泥潭里插满惨白骨头。于是我掩着鼻子悄然后退，走向另一侧热浪滚滚的通道。没武器对付2阶魔符，纯属送死。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骤减，满屏都是掩饰不住的恐惧。我的妈呀，这比恐怖片还吓人！幸好大神没进去，那绝对是2阶魔兽。怎么突然黑了？信号断了，大神别出事啊！隧道里光线愈发昏暗，连温台的荧光都变得微弱，也难怪观众会误以为信号中断。未知的黑暗与潜在的危险，让屏幕前的10几万大夏观众都屏住了呼吸。我只能靠着环境情报在漆黑中摸索前行。穿过魔符巢穴后，地势突然急剧下降，光线变得更暗。此刻我全凭环境情报摸索前行。这时气温疯狂攀升到40摄氏度，我浑身大汗淋漓，速干衣紧紧贴在身上，喉咙里也已经干渴难耐。奇怪，不是风雪神庙吗？怎么会这么热？忽的一股彻骨寒风迎面扑来，极热与极寒在狭窄隧道中剧烈对冲，瞬间激起大片白雾，模糊了我的视线。什么鬼？这诡异的温差让我浑身一僵，心底竟生出一丝退意。但视网膜上清晰显示，距紫色金字塔仅剩30米。都到这了，不能放弃。于是我咬了咬牙，屏住呼吸，冲出白雾。眼前的景象瞬间让我瞳孔骤缩。这是一座巨大的地下环形大厅，一条漆黑暗河在中央静静流淌，河岸两侧则整整齐齐码着无数类人生物的白骨，它们全都保持着跪拜姿势，齐齐面朝大厅中央。即便早已化为枯骨，那股混杂着虔诚与恐惧的诡异气息仍在空气中弥漫不散。直播间观众彻底懵了，卧槽，那是人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快看墙壁，那里有光。下一秒，直播间骤然变黑，而我丝毫没察觉信号已经中断，所有注意力都被眼前的景象牢牢吸引。站在大厅中央，望着四周跪拜的白骨，我的目光不由自主落在前方高达100米的活体壁画上，那是由各色苔藓交织而成，正随洞内气流缓缓蠕动。我甚至认出了其中夹杂着热能溶洞里常见的幽蓝温台，而壁画正中央，青苔堆砌出一张女性化面孔，没有清晰五官，唯有一双漆黑空洞，如同深渊般冷漠地俯瞰着我这个闯入者。只看一眼，我的大脑便如遭重锤，恶心感瞬间涌上心头，耳边响起无数嘈杂低语。坏了，这是我最后的念头。随后意识便陷入停滞。不知过了多久，我双眼爬满红血丝，不受控制的朝壁画走去，意识被拉入一片虚无冰原。一道古老冰冷又带着戏谑的女声在我灵魂深处轰然炸响。祭见神明，为何不跪？恐怖的威压骤然落下，我浑身骨头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膝盖不受控制的颤抖，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压碎。就在膝盖即将触地的瞬间，我的意识骤然清醒，无数片段在脑海中飞速闪跃。我无比确定，有位古老而强大的存在正在透过壁画注视着我，与我对话。是跪下，还是五体投地触弄他？会不会立刻丧命？千丝万绪最终化为心底一声怒吼：系统，快救我！鲜血顺着七窍流下，滴落在满是白骨的地面。就在这时，情报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是否透支未来3日的情报点数，进行文明解析。闻言，我没有丝毫犹豫的点头同意。紫金光辉瞬间在我视网膜炸开，古老的黄金符文交织咬合，最终凝聚成解析结果。残缺的丰收女神厌恶软骨头，故屈膝可获恩赐。见状，我心头一紧，却只能咬着牙，将合金铲狠狠杵在地上，拼尽全力一点点挺直脊梁。大厅里的风骤然变大，刺骨寒意穿透毛孔，直刮骨髓。还好我有终极抗寒体质，才能勉强支撑。但更难熬的是精神折磨，周围的白骨仿佛活了过来，空洞眼眶里透着愤怒。无数低语萦绕耳畔，跪下贱奴，跪下才有活路。此时我的视线开始涣散，无数重影闪来，历代生物在此虔诚跪拜，期望获得神力。好在视网膜上的紫金提示护住了我的心灵，于是我咬舌尖借剧痛保持清醒，在心中疯狂歌唱大夏国歌，意志燃烧到极致。下一秒，毁天灭地的威压骤然消散，大厅同归寂静。紧接着我大口喘息，还未平复心跳，溶洞气流转向，
壁画褪去青黑，化作圣洁银白。高高在上的女神微微垂手，眼眸流露赞许，双手摊开似在赐予。系统提示随之而来：恭喜通过风霜女神意志试炼，视网膜上冰晶树状图谱徐徐展开，图谱顶端隐没在漆黑迷雾中，唯有最底层2个节点闪烁诱人的寒光。而序列一领东逝者，特性为无视风霜，极寒环境下全属性或30神性增幅，晋升需限级冰玉柱鱼和冰心莲，或者血魔熊肝脏。我立刻想起冰面上的巨大抓痕，这试炼后续难度不低啊！让我狩猎2阶魔兽，风霜姐，你是认真的吗？就在这时，壁画下方10台凹陷处凝成10碗银白色液体，顺着女神指尖滴落其中，散发着灵魂震颤的清寒香气。系统紧接着显示，这是风霜女神对试炼者的奖赏，饮用后将大幅改造凡人之躯，大幅提高抗寒能力。闻言，我立刻上前将其饮尽，体内瞬间爆发出灼热力量。不过片刻，我就觉得身体前所未有的强健，连力量和活力都显著增强。就在我沉浸在力量暴涨的喜悦中，一道宏大声音响彻所有蓝星开荒者心。蓝星通告：大夏国第8批开拓者张仪触发并完成神明试炼，推动探索进程。蛮荒第1阶段适者生存结束，第2阶段天启之争即将开启。高等文明的通告落下。我直播间的弹幕先空了几秒，大家都被吓傻了。紧接着弹幕就炸了锅，卧槽！高等文明通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吧？大夏国张仪，我的天！大神的名字响彻全球。我想问这是什么牌面？而谭青和柳菲菲都吓出了冷汗，他们没想到我不仅活下来，还搞出这么大闹，更没想到我10分钟就通关了别人几天几夜都出不来的一击。没多久，红色保密电话响起，叫他们去开最高级别会议。最高战略会议室里，老首长神色严肃，说各国元首都收到了天启之争的规定，20天后第2阶段开启，每个国家确定1名天启者，只要天启者活着，国家就能收获2项权限：一是和天启者双向实时通讯，2是能在天启者坐标3公里内投放其他开拓者。这话一出，会议室里一片稀奇声。老首长更是深深的点了点头。蛮荒求生的逻辑变了，不再是单兵求生，而是国家级基地建设。大夏只剩3位幸存开拓者，选天启者的慎重选择。而此时，所有幸存者都看到了国运排行榜变化，第8批的国运排行榜的奖励全刷新，开启了争者留其名的特别。原来的健体液、营养液都没了，换成了泛着暗金色光芒的奖励。第1名是传说级霸王弓，还能让全国自然环境提升40%；第2名是泰坦战甲；第3名是多功能便携车；4到10名也有良品背包和治疗药剂。就连第100名的奖励都翻了10倍。见状，我真动心了。蛮荒里远程武器不难做，可打不穿魔兽皮甲。有了这传说级武器，我才算有了自保之力。等白灾过了，我得试试争前几。这时我突然特别饿，我知道是获得高级抗寒能力后身体的进步，需要大量能量。我坐在大厅的白骨堆上吃血鼠肉干，可怎么吃都填不饱。没多久，困意就涌上来，于是我毫无防备地靠在岩壁上，在神秘大厅中沉沉睡去。幽暗中正上方的壁画仿佛磨了口，女神那双空洞的瞳孔微微向下偏移视线。有趣的小家伙。等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天。我伸了伸懒腰，僵硬的关节嘎吱作响。这时我摸向皮革包想找吃的，紧接着我忍不住喊了一声：“我的肉干呢？怎么全没了？睡前明明只吃了半饱。”正当我犯愁的时候，悦耳的提示声响起：“今日情报已刷新。”但我没着急选择，而是打开了国运系统的个人版面。没想到睡了一觉，居然获得了高级抗寒体质。我捏了捏自己的手臂，肌肉线条比之前更加紧实，皮肤下仿佛有一股温热的力量在涌。现在的我，如果回到刚落地的第1天，哪怕没有羽绒服，也能在暴风雪里轻松撑下去。哪怕是在白灾里，我也可以撑1个小时左右。第8批开拓者应该没人比我更耐动力。我真是一个抗寒奇才。但目光落在右下角的时候，我的笑容僵住了。在能力栏下方，在风霜女神的注释显得格格不入，竟然是黑色的标签。据我所知，所有的高等文明标签，比如幸存者榜首、捕猎达人，都是金灿灿的正面 buff。黑色没见过啊，看起来像是诅咒之类的负面 buff。算了，有比没有强。既然身体没异样，那就先供着这位风霜姐。比起标签，更让我头疼的是排名。3天没上传物资，我已经从前100掉到了3000名开外。等我打开第8批国运排行榜，就看见第1名和第2名上传的物资非常丰富。我看着那些疯狂滚动的物资清单，深吸了一口气。这帮人是把蛮荒当自家后花园了吗？反观自己都比脸都干净，鱼就剩2条，肉干也没了，剩下的那点冰蓝浆果还不够塞牙缝。饱食度上限涨到500是好事，可这1小时掉10点的速度，谁顶得住啊？我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叹了口气。系统，救救孩子吧！现在我被白在堵门不能出境，也不想跟弟弟的2阶魔兽玩命，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情报系统上。于是我不再犹豫，选择了物资。下一秒，金色的光辉在视网膜上一闪过，数据流汇聚成一个醒目的绿色坐标点。紧接着一行文字浮现：今日生存类情报，在洞穴内藏有稀有级生存盲盒，就埋在地下1.3米处。就在我猛地站起时，突然想起之前传说级盲盒就开出再聚血一车，那可是直接让我逆天改命的宝贝。这次虽然是稀有级的蓝色盲盒，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下，绝对是雪中送炭。发了，而且就在溶洞里不用出门。也不知道是哪的小可爱选了盲盒没开。
开出来，便宜我了。当我看清坐标的具体位置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目的地居然在2阶暗窟魔符的巢穴深处。我僵硬的转过头，看向身后那幅女神壁画，沉默了3秒后，一声悲愤的哀嚎响彻龙洞。救命啊！风霜姐，我该怎么办啊？与此同时，因为我直播黑屏了整整3天，导致数百万观众24小时蹲守。3天了，大神还没醒来，万人血书球开播，混乱中王刚的金标弹幕出现，他刚经高强度试炼，大概率是能量透支在修整，大家稍安勿躁。这番话安抚了大夏观众，却引来了国外观众的嘲讽，考我人气高，排名低，徒有流量不配当开拓者，恶意弹幕此起彼伏。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黑屏会持续下去，一声细微的滋啦电流声骤然响起，沉寂3天的直播窗口终于亮了。恭迎大神归位，失踪人口回归，这般狂热让初次点进直播间的国外观众满脸错愕。待画面清晰，弹幕出现短暂停滞，随即被更汹涌的惊叹席卷。大神是开美颜了吗？皮肤白得像玉一样。而我对着镜头淡淡颔首。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打算再去探探那处蝙蝠洞。说着我就看见弹幕都在夸我，于是我抬手拂过脸颊，能感觉到皮肤不再粗糙，身躯也比之前紧实不少，每一寸肌肉都蓄满了爆发力。这便是神明试炼的馈赠吗？在心中感叹了一句后，我就离开了神秘大厅，顺着岩壁向上攀爬，空气中的刺鼻气味越来越浓，头顶也渐渐浮现出深红色的魔兽踪迹提示，警示着我危险临近。2小时后，2阶暗窟魔符的巢穴映入眼帘，我停在洞口，在心里暗存：这盲盒应该是某个开拓者的遗物，运气不好，被外出狩猎的暗窟魔符顺爪带回了老巢。即便盲盒近在咫尺，我也没贸然闯入，趴在岩石后方仔细观察地形。左侧岩壁太陡，容易滑落发出声音，中间是厚厚的粪便堆，踩上去会陷进泥潭，唯一可行的只有右侧紧贴岩壁的骨骼堆积区。幸好有环境情报辅助，才能在这脏乱差的绝境里找到最优路径。直播间的观众猜不到我的目的，大气都不敢喘，只能静静等待我的行动。经过几分钟测算，我贴着右侧岩壁悄然滑入洞穴，头顶倒挂着密密麻麻的2阶魔符，磨牙声此起彼伏，脚下是混杂着白骨与排泄物的泥潭，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我不敢发出半点声响，缓步挪动，很快便停在一处不起眼的白色泥坡前。系统提示盲盒就在下面，于是我屏住呼吸，强压下钻进毛孔的恶臭，蹲下身用合金铲轻轻插入粘稠温热的淤泥中，一点点剥离覆盖物。我不断给自己做心理暗示，这些都是上好的资源，是肥料，忍忍就好。若非有魔兽威胁，这里倒也算个大型资源点，就是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而直播间的观众显然被我的动作搞懵了，弹幕刷屏询问我在找什么，还有人打赌说不可能有宝贝。这时铲间传来一丝轻微的触感，我动作一顿，小心翼翼扒开最后一层污秽，一抹湛蓝色光芒在黑暗中悄然绽放。获得稀有级生存盲盒，我一把抱起沉甸甸的金属盒子，没有丝毫留恋，转身便按原路撤离，全程悄无声息。想来那些魔符还没察觉自己的巢穴被光顾。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被问号和惊叹淹没，有夸我操作丝滑的，也有新观众一脸懵逼，没看清我全程动作。而我没心思关注弹幕，只专注于撤离，直到彻底远离魔符巢穴才松了口气。2个小时后，我返回热能溶洞的温暖大厅，第一时间就冲到小溪边，脱下沾满恶臭的衣服，在冰冷的溪水中反复冲刷，直到身上只剩清冽的水汽味。紧接着我赤着上半身，盘腿坐在温热的青石板上，看着面前洗净的盲盒思索。稀有级盲盒里通常是进阶生存装备，比如御寒衣物、高级工具或是特效药品，而且高等文明出品向来靠谱。于是我勾了勾唇角，挑眉看向镜头，开箱。清脆的机械锁扣声在寂静的溶洞内回荡，数百万双眼睛透过屏幕，紧盯着我手中泛着幽蓝冷芒的金属盲盒。我缓缓掀开盖板，箱体内仅躺着一件折叠整齐的银灰色斗篷，如流水般泛着水银光泽，除此之外空空如也。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获得稀有极地光学迷彩斗篷一件。闻言我将斗篷展开，视网膜上立刻浮现出属性描述，采用蛮荒2阶稀有变色龙皮与光纤混编而成。原来是件衣服。我抬手摸了摸，触感冰凉滑腻，随手披在身上，斗篷自动贴合身形，连面部都被严实的遮盖。这时一阵轻微的震颤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屏幕里我的身体表面泛起层层水波纹，下一秒便彻底消失，只剩脚下的青石板孤零零留在原地。这一幕让弹幕瞬间炸裂，卧槽，人呢？这是什么技术？坏了，家人们，竟然真的有隐身人！而我在庇护所内反复测试，很快摸清了斗篷的特性：站立不动时视觉隐身率达99%，不触碰物体便不会暴露；移动时可折射光线降低存在感，还能屏蔽生物热源与气味，妥妥的蛮荒小神器了。这种属性的装备在稀有级盲盒里也是罕见，只能说我这次运气确实不错。可喜悦转瞬即逝，强烈的饥饿感如利爪般抓挠着胃壁，胃酸翻涌得我眼前发黑，斗篷再好也填不饱肚子。于是我强撑着起身，从储物处翻出之前烤的2条黑鳞铁鱼，坐在青石板上慢慢咀嚼。然而我并没有吃饱，吃完后我索性蜷缩在角落，保持低功耗状态休整。蛮荒前3天，我就是在雪洞里这样躲过来的。如今环境好了太多，至少不必再忍受刺骨严寒。但是没过多久，食物储备彻底告罄。更让我在意的是瞳孔带来的持续影响。好在预感告诉我，这种影响快要结束了。睡前我瞥了眼视网膜，情报点已攒够10点，白灾也仅剩3天便会减弱。
届时就能凭高级抗寒能力外出狩猎。这一夜，我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层梦境，梦里没有天地边界，只剩漫天呼啸的暴风雪，刺骨的寒冷穿透一切。我引以为傲的抗寒能力完全失效，连灵魂都像是要被冻得碎裂。我艰难抬头，这是哪里？只见风雪深处是一个身披极光与暴风雪织就长袍的背影，赤足踏在虚空之中，周身空间因极致严寒不断崩塌重组。那是风霜女神吗？意识模糊间，我心底涌起强烈的力量渴望，哪怕每走一步都要承受灵魂撕裂之痛，我还是执着地向前挪动。就在意识即将被风雪同化时，一道清冷宏大、带着淡淡叹息的声音直抵灵魂深处：“你该走了。”话音落下，一股温暖柔和的力量将我猛地推开。我骤然惊醒，光幕上弹出日常提示后，一条暗紫色特殊提示强行浮现：恭喜开拓者获得稀有能力神之凝视，你承受住神明的注视，你的精神抗性大幅提升，黑色负面影响已移除。见状，我猛地从青石板上坐起。什么？竟然是稀有能力！说着，我指尖下意识摸向太阳穴，一股惊愕涌上脸庞，还有我的头部疼了。自从被风霜女神注视后，我便时刻处于精神紧绷的压抑状态，脑子里像绷着一根无法放松的弦。可此刻那种萎靡沉重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感官敏锐到了极致，整个世界在我眼中都像是被彻底擦亮，连溶洞岩壁上细微的纹路都清晰可辨。我急忙唤出能力栏，目光死死锁定新出现的条目：稀有级神之凝视。开启后，周围事物运动速度在你眼中将放慢90%，且此刻的你能洞悉生物的弱点死线。我操，这不是传说中的子弹时间吗？我盯着面板，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作为开拓者，我比谁都清楚这能力的含金量。蛮荒世界容错率极低，生与死往往就在0.1秒之间。有了它，我面对速度迅猛的魔兽，终于有了反抗的资本。于是我站起身，深吸一口气，那就试试看吧。紧接着，我的目光精准锁定溶洞顶部一颗正在凝聚的水珠。就在水珠挣脱岩石束缚，开始下坠的刹那，我低喝一声凝视，周遭的世界骤然变了模样，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我甚至能清晰看见水珠表面映照出的自己的轮廓，以及水珠在空中因重力产生的细微形变。我缓缓伸出手，两根手指精准的在空中一夹，时间流速瞬间恢复正常。我竟然精准的捏住了那颗水滴，但很快我也摸清了这能力的代价与限制。其一，它只加快我的思维速度，想要真正逆天改命，仍需依赖身体持续变强；其二，持续时间仅约2秒，且极度消耗体能与饱食度，方才接近100点的饱食度竟被直接清空。这种底牌技能我一点也不贪心。多谢风霜姐啊！平复心情后，我唤出情报系统，目光扫过的瞬间差点翘起来。累积情报点13点，A 级白灾已减弱为 B 级，能见度已经恢复，当前气温零下50°C。见状我一愣，随即看向时间，才惊觉自己这一觉竟睡了整整3天。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那场梦境不只是试炼，更是一次漫长的能力孵化。白灾减弱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以我目前的高级抗寒能力，足以长时间在外活动狩猎了。而且睡觉时饱食度消耗缓慢，不然我恐怕撑不到现在。我最后检查了一遍个人面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果然变强的代价巨大。此刻极度饥饿的感觉再次袭来，我急需补充大量食物，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之凝视能通过反复使用提升熟练度，未来还有进化空间。先看看外面的情况。我快步走到冰封的洞口，隔着厚厚的冰层，能清晰感觉到外界的风声比之前小了太多，是时候出去了。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神瞬间冷冽如刀，抽出合金铲，对着封了10几天的大门狠狠挥了下去。清脆的撞击声在溶洞内回荡，冰屑飞溅如雨。而我沉寂3天的直播间终于重新亮起。可对于瞬息万变的蛮荒直播圈而言，这3天的空白已然太过漫长。直播间在线人数早已从巅峰时的100万级暴跌至不足5万，多数观众都以为我早已饿死在溶洞里。即便没饿死，日复一日的休眠画面也早已磨掉了众人的耐心，只剩些许死忠粉和好奇路人留守。弹幕稀稀拉拉的滚动着，大神终于醒了，要不还是穿迷彩斗篷偷蝙蝠吧。楼上疯了，那可是一群2阶魔兽，这就是推进新版本的章鱼吗？怎么瘦的皮包骨了？散了吧，灯塔国约翰都快杀穿平原了，暮雪女神也建起采矿基地，她还在这挖冰，看样子是断粮了才被迫出来搏命，这环境出去也是死。即便老粉此刻也多是沉默与担忧，张宇的排名已跌至5000名开外，淹没在无数灰暗头像中，宛如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亮过一瞬便归于暗淡。然而此时我没有理会直播间的观众，而是使尽全力挥击合金铲，厚达半米的冰封大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无数裂纹如蛛网般蔓延开来，随即轰隆一声，冰墙一角轰然崩塌，久违的冷冽寒风裹挟着雪沫，呼啸着灌入温暖的溶洞。我站在洞口，没有像当初进洞时那般瑟瑟发抖，高级抗寒立刻生效，此刻只觉得微凉，宛若秋日穿着单衣站在风口，完全在承受范围内。减弱后的白灾不过如此。久违的冷冽寒风裹挟着雪沫，呼啸着灌入温暖的溶洞。我站在洞口，没有像当初进洞时那般瑟瑟发抖，高级抗寒立刻生效，此刻只觉得微凉，宛若秋日穿着单衣站在风口，完全在承受范围内。减弱后的白灾不过如此。我眯起眼望向外面昏暗风雪的世界，没有贸然踏出，决定先稳一手。于是我选择了危机情报。霎时间，一道电子轰鸣直抵脑海，我的双眸瞬间被灼热的淡金色数据洪流填满，昏暗的雪原在视野中分崩离析，又被无数线条重构。原本死寂的白色世界，化作一张绚烂的生命之网，网线是各类生物的轨迹，或赤红如血，
或惨绿如毒，在目之所及处疯狂延伸交错，被风雪抹去的信息素和掩盖的足迹，此刻全被系统回溯，在视网膜上打上高亮标记。时隔多日，危机情报重新生效，出发。饥饿感赋予我无穷动力，这些天的隐忍与煎熬，在此刻尽数化作狩猎的渴望。我跨上传说级雪地车，双腿猛地发力，履带卷起漫天雪雾，银白车身如离弦之箭，冲破溶洞的树壁，驶入茫茫雪原。身后狂风呼啸，被我凿开的洞口在风雪侵蚀下，正一点点重新结冰封死。但我没有回头。老张家的男人一旦出去狩猎，就绝不会空手而归。我在积雪较后的背风坡停下车，低头扫了眼视网膜，一条淡黄色轨迹明晃晃地映在雪面。这时一行字幕浮现在眼前：一阶台原巨型雪兔刚刚在此处觅食。我没急着下车，先眯眼观察了会儿。这蛮荒的雪兔跟冬眠的老鼠可不一样，蛮荒雪兔抗冻能力极强，而且听觉极其敏锐。要是以前我骑车追到断腿，也摸不着它一根毛，但现在嘛，我让你见识下什么叫装备党。说着，我慢慢拔出腰上那2把骨刺匕首，又拉紧身上的极地光学迷彩斗篷，直接趴进厚雪里。一阵轻微的光影扭曲后，我在雪地里藏得严严实实，不仔细看跟周围的积雪没半点区别。而直播间的画面里，观众看见的就是我凭空消失了。卧槽，人呢？这就是传说级的装备效果，有点变态了吧？而此时我正一点一点往前挪，挪到目标位置就停下了。没一会儿，前方半米的雪窝里冒出2只长长的白耳朵，一只半米长的巨型雪兔小心翼翼探出头。就是现在，我猛地从雪堆里窜出来，手里匕首精准扎穿它的脖子，直接把它钉死在雪地上。全程不到2分钟，从隐身到绝杀行云流水，没有给雪兔任何反应时间。紧接着我拔出骨锥，在雪上擦了擦血，提着还抽搐的兔子，满意的拍了拍斗篷。好东西就该是我的。说着，我重新跨上了雪地车，5分钟后就回了热能溶洞。洞口的冰柱还没长多大，被我几下就铲碎了。10分钟后，火上的兔肉就滋滋冒油，金黄酥脆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饿坏了的我，处理猎物的速度快的都有点吓到自己。差不多熟了，我抓起个滚烫的兔腿，大口撕着吃，好吃，太好吃了。我吃的狼吞虎咽的，视网膜上的饱食度一路飙涨。这兔子20斤重，除去骨头内脏至少10斤肉，几万观众看着呢。我20分钟就给全吃了，吃饱擦了擦嘴，我看向溶洞口，现在还有不少猎物在冬眠呢，正是狩猎的好时候。而且一只兔子根本不够吃，之前用危机情报，我还锁定了个淡红色的魔兽轨迹。于是我鼓起干劲加油干，10分钟后，我就到了一片积雪盖着的乱石堆旁。这冰雨雷击我非常了解，这家伙性子凶得很，不仅嘴硬得像钢铁，还荤素不忌，啥都吃。人送外号雪地小恐龙。我还是老套路，披着迷彩斗篷慢慢靠近，只见地缝深处躲着只跟孔雀差不多大的雷击，浑身冰蓝色的羽毛硬得像铁，头顶还有个红色肉冠，小眼睛闭着跟打盹似的。可我刚抽出匕首，那雷击就直接从地缝里窜出来，尖嘴直奔我的手臂啄来，嘴尖还闪着电光。这要是啄实了，我手骨头都得被啄穿。对于雷击而言，睡梦中的啄反行为已刻在千百万年的基因里，是一种生物本能，是在蛮荒立足的看家本领。主要是速度太快了，快到直播间的观众只看到一道残影。卧槽，这击成精了，大神完了！但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动用技能神之凝视，唰的一下，周围的世界突然变慢了。扑过来的雷击跟被按了慢放键似的，我连他羽毛上的纹路、嘴尖的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他脖子那儿的致命弱点。于是我伸出另一只手，在雷击要啄到我胳膊前，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时间一下恢复正常，我单手提着还抽搐的雷击，眼神冷得很。跟我比速度，下辈子吧。直播间内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后满屏的卧槽，如同核爆般刷屏。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就眨了一下眼，恐怖如斯，非笔墨可以形容。不愧是单身18年的手速。紧接着我把冰雨雷击的尸体从地缝里提溜出来。该说不说，神之凝视是真好用，一开这技能，我就有种啥都能掌控的感觉。不过我也清楚，现在也就只能欺负这种弱鸡，真遇上大型魔兽，该跑还得跑。但就算这样，我也挺开心了。要知道，冰雨雷击可是有雪地小恐龙的名号，以前不少开拓者都被他啄死过。要不是我装备好，技能强，真在雪地里跟他1对1，谁捏谁脖子还不一定呢。于是我喜滋滋把雷击放进车斗，又回地缝里摸了摸，确认没鸡蛋之类的战利品，就开车继续探索。有危机情报帮着找魔兽踪迹，再加上迷彩斗篷能隐身，以前让人怕得要死的死亡禁区，现在成了我的自助餐厅。这时眼前浮现一行字幕：左转200米有雪鼠窝。见状我猛打方向盘，车身精准停在目的地，下车穿斗篷隐身挥铲子爆头，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到2分钟就搞定。主打就是一个有节奏。没过一会儿，我又看见正前方有灌木丛还长着浆果，简直是意外之喜啊！停车摘浆果走人干脆利落。接下来整整小半天，我几乎没歇过。雪地车后座的金属箱越来越沉，直播间观众从一开始的震惊慢慢变得麻木，最后满屏都是酸味。这也太赖了吧！传说级载具就是不一样，墓穴有这车，矿都能多挖2吨，大神咋找着这么多猎物的？我咋看不见？你能看见你就是开拓者了。而我直播间的人气也慢慢涨回10几万。等天色暗下来，我看了眼满满当当的车斗，收工回家。回到热能溶洞，我把战利品从车斗里翻出来，3只巨型雪兔，2只台原雪鼠，1只冰雨雷击，还有18颗冰蓝浆果。
2枚冰榛果，这一堆东西，随便哪个开拓者见了都得眼红，尤其是那只冰雨雷击，长得肥，全身都是宝。这时候系统提示响了，今日物资上传结算倒计时还有5分钟，我都快忘了上传物资这事儿了。看着地上的猎物，我琢磨了下，雷击和浆果留着自己吃，补体能和微量元素，血鼠肉熬油当燃料，那3只兔子就上传吧。于是我把手按在雪兔身上，上传。嗡的一声，系统弹出提示：大夏国开拓者张宇。上传物资完整的一阶巨型雪兔3只，大夏国获得资源雪兔3万只，直播间瞬间又沸腾了。大神牛逼，一出手就是3万只兔子，不愧是大神。还有观众发现我今天上传的物资量竟然冲进了单日排行榜第10名，要知道我可是在永动台原啊，别人要么在温热岛屿，要么在热带雨林、肥沃平原，我这物资的含金量完全不一样。我打开国运排行榜一看，当前个人总排名 No4108。见状我皱了皱眉，才进前5000，我还以为今天这波能冲前1000呢。不过我也明白，能来蛮荒当开拓者的全是高手。现在蛮荒到了天启之争前的疯狂期，各国开拓者为了抢天启者名额和榜单奖励，都杀红了眼。有人饿着肚子也上传物资，有人拼命跟魔兽搏命，甚至有小国选手因为上传太多食物，自己体力不支死在了这儿，真是太卷了。于是我关掉面板没觉得气馁，反而眼里烧着野心。我起步晚，中间还睡了好几天，落后很正常。但现在我有车，有装备，有技能，还有点小挂，按这进度杀进前10绝对有戏。然后我躺在温暖的岩石上，看着头顶幽蓝的苔藓，定下计划。今天就探索了周围一小块地方，明天扩大范围，再更新下环境情报。还有些视野盲区没看呢。蛮荒求生，冰蓝浆果大丰收。清晨我凿开溶洞冰门，里头透着股寒意，可我压根顾不上，正忙着处理昨天猎到的冰雨雷击。这货连爪子算上1米2长，跟蓝星家禽完全不一样，死了一身幽蓝羽毛，还泛着金属冷光，摸起来硬得像铁。这可是宝库，一根毛都不能浪费。我拿合金铲小心翼翼解剖，铲刃划过羽毛根都能发出金铁碰撞声，费了半天劲才完整踢下12根最长最硬的灵羽。我记得蛮荒禽类材料大典里说，这是做破甲剑矢的最佳材料，也能当飞镖使。接着分解又摸出个雷击之会，这会硬度堪比钻石，还带破防属性。可惜是别人传过的材料，上传换不到生存盲盒，留着磨成武器尖端正好，搭配之前的高密度鼠骨做剑矢，威力绝对够劲，就是还差把功。处理完材料就轮到雷击肉了，肉质是少见的紫红色，纹理警示出肉率极高，足足20斤精肉，够我吃好几天。收拾干净战利品，我洗了手换出情报系统，白仔减弱了，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囤货。我还剩13点，直接选了 B 项环境情报，视网膜上弹出淡金色3D 地图，比之前详细多了。在溶洞西北方3公里的低洼处，一片翠绿光点亮了起来，是冰蓝浆果丛林，还到了成熟期。这不就是资源点吗？天天吃肉缺维生素，这点浆果正好补，说不定能实现水果自由。我立马开上传说级雪地车往那边冲。今天我可比昨天从容多了，甚至有点嚣张，靠着危机情报视野，红红绿绿的轨迹看得一清二楚，跟开了上帝视角似的。右前方是血魔熊的轨迹，先绕着走，瞥见淡黄轨迹是雪兔，我披好迷彩斗篷，连人带车藏进了风雪里，没多久就用骨锥解决了3只。谁说永动台原穷，只是没找对地方罢了。我很快到了目的地，看着平平无奇的低洼雪地，在我视野里却满是黄绿红紫的轨迹，乱得像网。仔细一看，大多是20天前白灾前的旧踪迹，只有血魔狼的踪迹是3小时前的，确定这里只是暂时安全。于是我决定速战速决，挖了2米深，终于通到了空腔。我扒开洞口一看，只见积雪盖在低矮的灌木丛上，枯枝间挂满了晶莹的蓝色浆果，个头大的离谱，有的竟跟拳头一般大。我随手摘了一颗，捏开表皮，紫色浓汁流了一手，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居然是良品级，积雪下反倒能长得这么好，蛮荒的作物真神奇。我塞进嘴里嚼了嚼，果肉饱满，汁水够足，饱食度也一个劲的往上涨。见状我深吸一口气，我日，这不发财了吗？屏幕里满是硕大的蓝色浆果，紫色浓汁顺着我指缝往下流，直接给观众整懵了。弹幕刷得飞快，卧槽，这哪里是浆果，这分明是苹果吧？西巴，我们大韩民国最需要水果了，建议收编张宇。而我哪顾得上看这些，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必须把这些果子都搬回去，不然今晚都睡不着。这地方是3米深的塌陷深坑，直接扔上去会摔烂，来回爬又费体力。于是我利用环境情报的地形结构图，找到一处合适的位置，挥舞铲子开始挖掘。叮当几声，10分钟就挖出了一条1米宽、坡度平缓的 U 型雪槽。然后我将积雪踩实，又挖了几道引流的凹槽，这样简易的运输冰梯就完成了。于是我把雪地车拖进灌木丛，手速快得出残影，专挑颜色最深、个头最大的摘。金属箱底部很快就被铺满了。这一颗好像有点小，算了，不要了。我随手扔掉一颗鸡蛋大小的浆果，转头摘了一颗拳头大的。时间宝贵，得捡好的来。这一幕使得直播间观众的心在滴血。别扔啊，那个给我啊！我不嫌小。凡尔赛，赤裸裸的凡尔赛。大神，你变了，之前你是怎么吃浆果的？10碗都舔了3遍啊！20分钟就把金属箱装满了，沉甸甸的起码120斤。这浆果每一颗都蕴含着丰富元素和水分，以及促进人体进化的能域。我推着雪地车，顺着冰梯回到地面，打算先送回去再折返。就这么来来回回跑，一整天我都像只勤劳的蚂蚁，
在浆果丛林和溶洞间穿梭。最后一趟我估算了下，大概搬了500多斤，丛林里还剩下数千斤，实在是带不动了。而且天色也不早了，血魔狼的威胁还在，我只能演好洞口消除痕迹，跨上满载的雪地车就往回赶。回到洞口后，我点上矿煤，架起石锅就开始做饭。半小时后，浓郁的香味填满了整个溶洞，屏幕外的观众都看馋了。我的妈呀，这得多好吃啊！我是来看吃播的吗？不是，这么奢华的吗？说好的3天饿9顿的呢？我现在根本不关心直播间里的哀嚎，满心满眼都是锅里的炖得酥烂脱骨的鸡肉。10分钟后，浆果化成果胶裹在肉上，汤汁变得浓稠，我立刻夹起一块塞进嘴里，鸡肉鲜，油脂香，浆果甜在嘴里炸开，还有一股热流滑进喉咙。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饱食度上限加50%，摄入微量雷元素与高能维生素，体质小幅增强。闻言我瞪大了双眼，太爽了，这就是越吃越强的感觉吗？可惜比之前的冰银柱鱼差了点，等有空我还得再去冰湖找找。正想着，系统的机械音响了，今日物资上传结算倒计时，还有5分钟结算物资。于是我留足了自己吃的和储备粮后，就将300斤冰蓝浆果全部上传。系统提示紧接着弹出，正在检测物资，华夏开拓者张宇上传物资冰蓝浆果300斤，大夏国获得资源冰蓝浆果300万斤。下一秒，象征荣耀的金色榜单在全蓝星直播间顶端刷新，数十亿人都看见了。我直播间人气立马冲回100万级，弹幕密密麻麻铺了满屏。前10，卧槽进前10了！昨天还4000名开外，今天直接杀进决赛圈。300万斤，这得多少果子？而我没管直播间的骚动，继续查看全球前10的特殊奖励：2品级多功能战术背包，还有2瓶高级健体液。见状我眼睛一亮，这奖励可以啊！这战术背包是蛮荒小神器，用特殊金属折叠技术做的，外观就普通登山包大小，内里却有200升容量，而且还带隔温层，能延长食物保鲜期，出远门带着特别方便。这个高级健体液也不赖，喝1瓶就能达到1阶魔兽的身体素质。这时我扫了眼排行榜，第一还是约翰，基本维持日均上传1只大型猎物的进度。他似乎居住在一处鱼类资源富饶的地方，每天靠赶海就能轻松维持第2、第3的是白毛国的伊万，凭借反杀一头重伤残疾的2阶魔兽，获得数百斤肉食。看这样子，大家是打算全上传，等获得奖励再发育的节奏了。这让我不得不感慨，他们出生点都太好了，还好我有挂，不然在这蛮荒世界连活着都费劲。现在找到资源点，气温也在回升，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我又看了眼大夏同批的种子级开拓者，都熬过危险期了，就是那个赵铁柱上传的全是虫卵毒囊之类的，这玩意儿能吃吗？饿疯了或许行，但跟鸡肉比差远了。最后我查了一下自己的物资面板，妥妥的大丰收啊！这才是大佬应有的面板吗？之前空空荡荡的，像什么样子？累了一天，我倒头就睡，可没睡多久，一阵凄厉又带着杀意的狼嚎透过厚厚的冰门钻进了热能溶洞，这让我瞬间惊醒，麻烦来了。于是我攥着合金铲，死死盯着封门的冰层。好在狼群没像上次那样堵门，而是在附近绕了几圈后，就渐渐走远了。等天亮的时候，我沉思片刻，最后还是决定把那几千斤的浆果都带回来。路上我瞥见几道清晰的惨绿色踪迹，系统提示昨晚他们只是路过巡视领地。就在我松了口气，却也不敢大意。这片地盘我还没到能称王称霸的地步，绝不能放松警惕。去浆果林的路上，我顺手宰了2只乱逛的雪兔，一切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可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原本隐蔽的地下丛林入口，此刻一片狼藉。我挖的那道冰梯被暴力刨开，周围雪地上还多了10几个大小深坑，显然是魔兽闻着果香，从各处打洞钻进去了。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血腥味。我看着雪地上杂乱的踪迹哀嚎，坏了，被摘桃子了。直播间弹幕也满是叹息，完了，全完了，大神被偷家了。没办法，这种资源点本就难霸占。沉思片刻后，我拉紧迷彩斗篷，顺着冰梯小心翼翼滑了下去。只见原本挂满枝头的蓝色浆果，此刻失去5、6，灌木丛被肆意践踏，不少枝丫断了，地上满是踩烂的果泥。败家子，一群败家子！我看的心都在滴血。这些果子要是全搬回去，够我吃到明年了。等我以后有空，非得把这儿圈起来。这时我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丛林深处闪着几点奇异金光，这是什么？我顺着金光走了过去，茂密枝叶间竟挂着10几颗通体纯金，像黄金铸造成的果子，居然还有惊喜。于是我急忙摘下一枚，这些果子应该是刚成熟的，兽群破坏力强，却不是采集者。这种长在犄角旮旯、位置又高的果实，反倒被保留了下来。直播间弹幕瞬间从一片抱怨变成了满屏问号。不是，这也有意外收获，一看就是好东西，快摘了。而我手脚麻利，不到1分钟就把10几颗黄金果全收进了包里。可就在摘下最后一颗果子时，一声极轻的叩击声传来。听见声音，我的动作猛地一顿，是停在外面的雪地车被碰了。紧接着我本能的缩成一团，躲在老灌木根部的阴影里。迷彩斗篷因禁止激活，让我整个人和周围的枯枝融在了一起。这时极轻的脚步声顺着冰梯传了下来，我立刻屏住呼吸，透过斗篷的护目镜向外看。这一眼让我全身血液都快冻住了。2头体型硕大的巨兽正悄无声息走进这处地下空腔，走路时毫无声响，肉垫像长了吸盘似的。我顿时冷汗直流，
什么时候来的？进来前我反复确认过，周围没有新鲜踪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速度太快了。这是1阶顶级魔兽，单独一只都和蓝星的孟加拉虎差不多大。而且这不是蓝星，有些魔兽还带着超能力，8成是雪地车暴露了我的踪迹。我这是被瓮中捉鳖了。可此刻我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僵在原地。2只血魔狼没急着吼叫，反倒像幽灵似的在浆果林里巡视。他们低着头，鼻子贴在地上嗅气味，一步两步，其中一只径直走到了我藏身的灌木丛旁。它离我的脸不到1米，我甚至能闻到它嘴里喷出来的腥臭热气，能看见嘴角滴落的唾液。好在迷彩斗篷不光能隐身，还能隔绝气味。狼抽动了几下鼻子，没闻到陌生味道，转过身径直接蹲了下来，像尊雕塑似的一动不动，雪白皮毛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闭上眼后，那就像个微微鼓起的雪丘。紧接着更恐怖的事发生了，从其他洞口里又钻进来3、4只血魔狼，他们进来后也不乱跑，各自找了视野开阔的角落，扒开积雪埋进身体里，只露出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完美的伪装，顶级的猎杀阵型。见此一幕，我的心里反倒悄悄松了口气，看来他们不是特意来找我的。2直播间的观众却吓傻了，卧槽，这些狼成精了！大神别乱动，狼就在你脸旁边，这哪里是魔兽，明明是特种部队！完了，被包围了怎么跑？弹幕越刷越慌，而柳菲菲那边也急坏了，怎么办？数据分析，开拓者从血魔狼口中逃生的几率，随着狼群数量的增多在递减，一只50%，两只10%，现在这儿怕是有15只了。狼群还在不断往丛林里涌，时间1分1秒过去，从正午到日落，再到深夜，整整10个小时，我始终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大腿肌肉早痉挛了，寒气顺着地面钻进骨髓，可我依旧像块石头似的纹丝不动，连呼吸都被我控制在每分钟3次的极低频率。直播间观众也陪我熬了10个小时，10个小时了，就算没被狼发现，也该冻僵了吧？这就是求生吗？太残酷了。和观众们的紧张不同，我倒没那么慌，大概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我没料到。这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今日物资上传结算倒计时的声音。5分钟后，我把手里一枚稀有级黄金冰果传了上去，倒不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实在是这果子太沉，压得我手都麻了。上传。随着我话音的落下，冰晶浆果化作一道微光钻进斗篷里消失了。很快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正在检测物资，华夏开拓者张宇上传物资1枚冰晶浆果，大夏国获得资源，稀有冰晶浆果1万枚，竟然是万倍巨献。我立刻看向国运排名，果然冲到了全球第6。可提示还没停，恭喜开拓者首次上传稀有资源冰晶浆果，获得特殊奖励生存盲盒，请选择您要空投的盲盒等级，普通、稀有、传说。我毫不犹豫选了传说级。有情报系统在，不管盲盒投哪儿，还不都是我的？要知道现在第8批排行榜第1的奖励也才是传说级而已。这时我瞥见直播间弹幕炸了，都这时候了还上传物资，大夏精神实锤 respect， 大神是怕冻死，临死前绝命上传吗？此时我正盼着传说盲盒能开出好东西，耳边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有生物来了。我瞳孔一缩，就见几只苔原雪鼠顺着冰梯钻下来，跟着还有一只傻愣愣的巨型雪兔，它们该是被残留的果香吸引，欢快地跳进坑底，啃食地上的浆果泥。果香盖过了血魔狼的气味，那些埋伏的家伙依旧纹丝不动，耐心的像狙击手。哪怕有只雪鼠跳到狼头顶，那狼都没睁眼，直到猎物攒到10几只，我身旁不远处的血魔狼忽然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极低的震动声，信号一发出，杀戮瞬间爆发，5道白色残影从雪堆里窜出，配合的极为默契，同时扑向不同方向，场面乱中有序，只有骨骼碎裂的脆响和猎物的短促悲鸣，连撕咬咆哮都没有。3米外，一只雪兔被狼一口咬断脊椎，狼随手把它甩到一边，立刻扑向下一个目标。2只狼封死冰梯断后路，2只狼驱赶猎物往中间靠，最后那只最强壮的负责收割。才3分钟战斗就结束了，10几只猎物全没了气，5只狼叼着尸体撤离。这一幕瞬间让我的汗毛直立，地上连多少血迹都没有，这哪是野兽，分明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懂设伏，懂忍耐，懂配合。我要是暴露了，绝对没生路。血魔狼的可怕从不是爪牙，而是这离谱的智商和纪律性。一阶魔兽里单只战力未必顶尖，但群体战力绝对是天花板。我清楚记得进来的血魔狼有15只，我身边这只压根没动。这轮猎杀只是开始，几小时后气温越来越低，还好我有高级抗寒能力，不然早冻僵了。可小型生物还是忍不住来觅食，窸窸窣窣的跑进来几只冰雨雷击，它们啄了几口果子，不知是闻到血腥味还是本身谨慎，飞快从冰梯溜了。好家伙，是个不贪嘴的主。于是我默默记下他们的轨迹，以后有机会得学这生存智慧。大多生物可没这么果决。几小时后，又有10只雪兔、雪鼠丧命于此，只是数量比上一轮少了不少，残留的血迹还是影响了他们。直到黎明，狼群完成了第3次猎杀，最后几只狼叼着猎物排成一字长蛇阵，顺着冰梯无声撤离。就在这时，一只体型偏小的血魔狼停了下来，叼着雪兔脑袋猛地回头，一双惨绿色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藏身的灌木丛。我瞬间屏住呼吸，心脏都快停了。坏了，被发现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而这只狼很快就走了，但我没敢立刻躲，又蹲了半小时，确认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才慢慢活动僵硬的四肢。刚才是我想多了，那只狼看的根本不是我，
是老灌木上剩下的冰晶浆果。没想到这帮家伙对自己领地的资源门儿清。想起他临走前那副疑惑的样子，我的嘴角扯了扯，手脚活动开后，我顺着冰梯快速爬，把雪地车翻正，还好金属车是全封闭，里面2只雪兔没被狼群截住，看着脚下被糟蹋的不成样的狼群没发现，我忍不住欣喜，但还是果断放弃了继续采集。大果子基本被吃光了，剩下的都是没熟的小的，费劲摘还可能被狼群夺，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上车后，我摸了摸怀里剩下的12枚冰晶浆果，眼里瞬间闪过灼热，这才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然而归途中，我的心情慢慢沉了下来。原本零星的惨绿色轨迹，现在居然像张大网，把方圆10公里的非危险区域全罩惨，而且全是巡视领地的模式。狼群这是在干嘛？看来这下真不能到处跑了。一路赶回安全的溶洞，我紧绷的神经才彻底放松。掏出冰晶浆果，在幽蓝温台下细看，每一颗都跟成熟的水蜜桃一般大，果皮上的金色纹路特别好看。但对我来说，先解决肚子问题才是重点。冻了一夜是真的饿。我盯着装满雷击精肉的石锅，心一横，奢侈一把，直接扔进去3枚冰晶浆果。金色的果汁跟液态黄金似的融进汤底，没有冰蓝浆果的酸甜味，反倒飘出一股特别内敛厚重的药香。随着火越烧越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石锅里压根没冒白蒸汽，反而浮起一层淡淡却特别清晰的银色光晕，在汤里转来转去。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获得银星级食物冰晶鸡汤，等鸡汤凉透，我端起10碗，把金黄的汤汁和炖烂的鸡肉全造完了。我感觉胃里好像有一团岩浆在沸腾，狂暴的能量一层层炸开，顺着血管冲进4肢百骸。我感觉自己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提示摄入高阶银星级食物，提示你的抗寒能力提升为高级抗寒，提示你的肌肉密度小幅提升，提示你的骨骼强度小幅提升。我吐出一口长长的白气，握了握拳头，指节咔咔爆响，浑身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这种感觉太爽了。而直播间里的观众虽然吃不到，但看着我头上、身上冒起了一层白蒸汽，弹幕又炸了。银星级食物也太霸道了！论银星级食物，我大神说第一，没人敢有异议吧？上千万大夏观众跟着开心，没别的原因，自家开拓者越强，能收集的资源就越多，蓝星上的大家日子才能过得更好。吃饱喝足后，我静下心来，洞外的风雪还没停，于是我看了眼排行榜，在心里快速估算，狼群现在大举行动，外面肯定危险。要是把手里的物资全上传，肯定能进前3。披着迷彩斗篷，小心狩猎，说不定还有机会争榜首。想着想着，我突然一拍脑袋，差点忘了件大事。传说级的生存盲盒到底空投到哪了？要是能开出个传说级的强力工具，接下来不管是争排名还是狩猎，都能轻松不少。于是我立刻换出系统，准备查看盲盒坐标，目光忽然定在了视网膜右上角，情报点居然攒到15点了。更怪的是，环境情报点旁边多了个深红色感叹号。我集中注意力，几行金色文字跳了出来：当前区域即将发生大事件，是否消耗15点情报值，进行事件预测与全景推演。15点情报点可是我攒了好几天的假，一下子花光确实有点多，但也就一点点。反正我这几天不打算出门，食物够吃，大不了再重新攒。于是我当即选了是，下一秒我的意识就被一只无形的手从身体里抽了出来，视网膜上的金色数据流喷涌而出，变成了漫天金粒子。我的视野飞速拔高，瞬间穿破岩层、风雪和夜空，停在了万米高空。此时眼前逐渐浮出一行字：大事件推演中。只见情报点在慢慢消耗，而我低头俯瞰大地，心里直呼：这才是真上帝视角。下方的风雪凝住不动，涌动台原变成了灰白线条图。很快，一团蠕动的灰色云团吸引视线猛地往下坠，越拉越近，是一阶巨角猛犸羊，足足有上万只，每只都壮得跟老黄牛似的，头顶螺旋大角，浑身裹着厚灰毛，正在迁徙。忽然一声狼啸震得慌，哪怕是上帝视角也听得真切。灰云旁跟着3团小白云，是血魔狼群还是3个狼群联手？几百头狼在3头狼王的带领下，精准切向羊群腰部。我一下子就懂了，原来这几天狼群活跃的厉害，是在搞猎杀。可下一秒我头皮都麻了，只见3头狼王同时长啸，喷出来的不是白气，是实打实的波动，无数半月形冰刃在空中聚起，跟暴雨似的砸向羊群。这是异能，魔兽和野兽的区别就在这，羊群的鲜血很快就染红了血。这时领头羊下令加速，原本圆形的队伍被拉成长方形，老弱病残和幼羊渐渐掉队。3头狼王抓住机会左右夹击，一道冰墙猛地竖起，把上千只掉队的羊拦了下来。大部队跑远了，剩下的就成了狼群的盛宴。撕咬反击，场面乱成一团。混乱里，上百只羊在几头老公羊的带领下突围，慌不择路往东北方冲去。我看着情报点只剩4点多，画面开始闪，但直觉告诉我，这些羊才是关键。最后一刻，我看清他们冲进了一片平整，咔嚓声接连响起，数万斤的重量加上奔跑共振，冰面碎了上百只羊掉进湖里，挣扎没多久就被冻成了冰雕，只有几只慢了侥幸跑了。冰雕坐标弹了出来，热门溶洞西南方15公里的大型冰湖区，我顿时回过神来。上百只1阶魔兽，每只上千斤，这天大的漏拿到手，排行榜第1的传说级霸王弓就有戏了。今天是我来蛮荒的第28天深夜，距离排名结算只剩不到30小时。我没像往常那样躲在溶洞里，揣了几块肉干，披上迷彩斗篷，
骑上雪地车就冲进了暴风雪。直播间里大夏观众炸了锅，疯了！大半夜往外跑，大神这是心态崩了。外面全是狼，快回来！他们以为我会靠准备稳拿前10，可我偏要搏一把。这次我卸了金属项，新装上阵只求速度最快，怀里还揣了3枚冰晶浆果，关键时刻能补能量。迷彩斗篷和雪地车的银白涂装帮我融入风雪，加上情报给的生物踪迹，我就像冰原上的幽灵，在黑暗里飞速狂飙，寒风刮得耳朵疼。我盯着视网膜上的坐标，心里盘算着，天亮前肯定能到冰湖。我勾了勾嘴角，带着点疯狂的劲儿下令，全速前进。几个小时过后，我终于回到了冰湖区。这风雪也太猛了，幸好我有高级抗寒能力，不然2小时就得冻僵。跳下车，我喘了口气后，就立刻开了全景回放。视网膜上叠加了上帝视角，看得人发慌。只见空旷的雪地里，上百具角猛犸羊正疯跑过来。我操，这么吓人！我立刻低头瞅了瞅脚下，这位置刚好能躲开羊群的冲击，而且离冰面也近，视野还开阔。但又想到预知的话，后背就窜起一股冷意，实力还是太弱了。跟这儿的蛮荒生物比，人类肉体脆得跟纸似的。我不由想起神秘大厅里的风霜女神像，以及要是成了风霜使者就好了，既能无视霜寒，身体素质还能暴涨。想到这儿，我眼里多了点眼光。排行榜第1是把传说级弓箭，有了它，我就有资本猎血魔熊了。天启之争对蛮荒有啥影响我不知道，但实力越强，麻烦肯定越少。只是我没料到自己这举动早被盯着了。大夏第3情报局里，柳菲菲看见我挖洞，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知道对方是找着冰湖区域了，在雪原上精准找到10几公里外的地方。除了奇迹，就只剩逆天第6感。柳菲菲对着地图核对坐标，推了推眼镜说：“这儿离之前的冰湖不到100米。”她要在岸边被风处搭临时营地，等体温降了就进来恢复。挺聪明的。谭青攥着小拳头，眼里满是期待。这是要钓鱼啊！我就知道他没忘大型资源点。虽说没找着上次的洞口，但他身体素质强了，冰面厚度不算少，只要钓上几条稀有鱼，或是多弄些铁鳞黑鱼，靠数量也能冲排名。柳菲菲点点头，这是最高效也最安全的法则。只要有耐心不空军，最后24小时有望创造奇迹。可惜他出发前规则通道没下来，不然加上储备物资，排行榜前2还是有戏的。闻言，谭青摆摆手，储备物资是用来长期生存的，不能因小失大。以后你当领导就懂了。话落，就见柳菲菲翻了个白眼，心说刚才是谁捶胸顿足，骂张宇不争气，愧对自己的栽培，还说要去蛮荒算账，明明压根没栽培过。而另一边，瑞士蛮荒点评中心作为全球最公正的评论台，每天都吸引数亿观众观看转播分析。今天因为天启之争即将降临，第8批开拓者评论台人数格外多，刚开播就已突破10亿观看人次，而且人气仍在激增。主持人茱莉亚是个黑发混血美女，告诉大家一个遗憾的消息：5分钟前，全球排名第4的大奥国开拓者西维攀爬悬崖采魔兽，但时遇上雷鹰回巢，奋力反击后还是失足坠崖，生命体征已消失。直播间瞬间炸了锅，惋惜的声音此起彼伏，排名的残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最后关头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这时茱莉亚平复心情，继续播报：各国开拓者都在最后一天发力，前世竞争更激烈了。除了稳居第1的小约翰，第2名梅尔女士也潜入了冰海。很快她提到了大夏第8批开拓者表现不错，暮雪女士正在和一阶顶级魔兽搏斗，堪称耐力与技巧的对决。说到暮雪，茱莉亚满是赞赏，这位女开拓者粉丝遍布全球，但大夏官方寄予厚望的冰王赵铁第2次潜入行动狱组，这种冒险行为实在不理智，希望不会再出现第2个西维。提到赵铁柱，他语气里多了几分关切，尽显专业。最后我们来看曾创造奇迹的张宇，他停下了赶路，正在冰湖旁挖雪。没错，就是那个让他收获传说级宝箱的冰湖。屏幕上随即跳出战术分析图。这时茱莉亚转向身旁的资深专家苏专家，您怎么看？那专家捋了捋稀疏的头发，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张宇选了自己最擅长的冰钓，既安全又有收益，稳健有余，但爆发力不足，不过有望逆袭成黑马。这话一出，外国观众坐不住了，有人骂阴险，有人佩服，还给张宇安了个永动台原最快男人的称号，连铲钓法都传出来了。而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多了个称号，半小时就挖好了雪洞，钻进去静静等那群迷路的猛犸羊。钓鱼不存在的，这么冷的天，正经人谁钓鱼啊？捡漏才是我的生存秘诀。这时情报系统提示音响起，今日情报已刷新。我没打算用，先留着，等回了庇护所再看看传说级宝箱落哪了。之后我就窝进雪洞里，吃了点东西，就眯着眼打盹。蹬了一夜的车，我是真的累坏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直播间又火了，原来是去钓鱼，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大神瞎折腾呢。上次大神随随便便就搞了10几条鱼，这次不得上100条。不过随着时间流逝，直播间观众们慢慢发现一件事：张宇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看看这就是顶级开拓者的心理素质。今天排行榜统计最后一天又怎么样？大佬该睡就睡，不过有一说一，是不是睡得太香了，跟婴儿似的？直到倒计时剩下12个小时，我才醒过来，到雪洞外活动了下手脚，接着又缩回雪洞里，继续苟着。我知道第3情报局那边肯定急坏了，毕竟还有12个小时就截止上传物资了。我现在排名第10，再不行动，前10都保不住。可我不急，我在等。后来我听说赵铁柱踩了蜂王浆，却被毒针射中休克了。暮雪在坑底跟金刚岩蝎厮杀，小腿受了伤，也快没力气了。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我还是没动。倒计时剩下5个小时的时候，排行榜彻底乱套了。
瑞士的蛮荒点评中心里，那个叫茱莉亚的主持人喊着，有个小国选手发现了贝壳宝藏，飙升到第3。樱花国的佐藤也超过了我直接跌到了第11位，跌出前10了。之前吹捧我的专家急得满头大汗，硬说我在酝酿大招，还吼着我是被规则坑了。最后麦克风都被切断，人也被拖走了。国外的观众趁机嘲讽我，说我是缩头乌龟，还说大夏要全军覆没。这些话我都知道，但我没当回事。等到倒计时剩下3个小时，蛮荒开拓者的直播画面开始黑屏。就在我直播间画面变黑的前1秒，突然剧烈抖动起来，还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大地突然抖了起来，跟地底有东西在翻身似的。于是我死死贴在雪洞的观察口。10分钟后，上百只巨羊直奔我所在的冰湖浅滩而来。见此情形，我心里暗叫庆幸，选的位置太对了，这兽群冲击的场面比想的还吓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冰层扛不住巨兽的重量，直接崩了。冲在最前面的羊想停，却根本停不下来，砰砰砰的撞击声，还有骨头碎裂的声音混在一起。后面的羊跟推土机似的，把前排的直接撞进湖里。眨眼的功夫，这里就成了乱哄哄的修罗场。我盯着湖面看得头皮发麻，只见挣扎的巨羊动作越来越慢，最后全被冻在了湖里，只有几只侥幸活下来的，在浅滩边徘徊了几分钟，就四散跑了。我没急着出去，冰层还太薄，稳一手再说。1个小时后，风雪停了，冰冷的月光洒在冰面上，浅滩静得可怕。我钻出雪洞，一眼就看到了眼前的景象：上百尊巨羊冰雕被封冻在蓝色的冰里，每一尊眼里都还流着惊恐。我心里狂跳，这可是天大的资源啊！一头巨羊就有近1000斤的精肉，这上百只，起码几10万斤肉。可凭我的本事，根本守不住这么多肉。最好的办法就是上传给国家，不然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其他野兽占了。等等，不对，光幕没提示上传成功，要么是这些羊还没死，要么就是他们还不是无主之物。想到这儿，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赶紧四处张望。很快我就看到了一条新鲜的惨绿色轨迹，是血魔狼的。我顺着轨迹找过去，猛地一顿，不远处那尊巨大的公羊冰雕后面，一双幽绿色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只体型硕大的血魔狼嗷的一声就朝我扑了过来，阴影把我整个人都罩住了。就这体型撞一下，估计能把人撞成肉泥，可他偏偏扑歪了。我的迷彩斗篷能折射光线，他锁定的我其实离我真正的位置偏了半米远。见这一幕，我就知道机会来了，立马开启神之凝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眼里的凶光，鼻子的颤抖，还有獠牙上挂着的口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于是我扎稳脚步，拧着腰腹使劲一转，借着惯性抡圆铲子，狠狠拍向他的脸。砰的一声闷响，他的吼叫声瞬间变了调，而我正好拍中了他最脆弱的鼻梁骨上。我没敢多停，借着反冲力赶紧后退拉开距离。果然他一落地就甩尾巴狂扫，要是我没退肯定被抽中。还不到2秒，这巨兽晃了晃脑袋，鼻子喷着血雾，眼神又变得凶狠起来。蛮荒生物的抗击打能力是真恐怖，可他再看我已经不见了。我借着迷彩斗篷的掩护，屏住呼吸融进了风雪里。血魔狼眼中闪过一丝人性化的疑虑，但很快就锁定了我吊在5米外的合金铲。他一步步凑过去，离铲子不到2米时，猛地扑上去。在他咬住铲子的瞬间，我在他右上方现了身，手里的骨刺狠狠扎向他的右眼。他想躲可根本躲不开，骨刺直接扎进他的眼睛。我使劲一脚，骨刺贯穿眼球，直捣大脑。紧接着他发出一声闷哼，甩着脑袋把我撞飞，但他也没了气息。这时系统提示音炸响在我脑子里，获得稀有一阶血魔狼1只，一阶良品巨角猛犸羊49只，一阶普通巨角猛犸羊78只，一共114只成年羊，7只幼羊。见状我爬到冰雕上一看，我操，这次是真发了，每只传回蓝星都能卖3万以上，要是巨献万倍，那就是3个亿啊！就在这时，视网膜上的国运排行榜突然刷新，每个国家排名最高的开拓者都多了个天启者的惊鸿徽章，那是国家的绝对核心，能得到倾尽全力的扶持。我扫了眼排行榜，灯塔国的小约翰排第1，英兰国的梅尔第2，牙麦加国的卡卡第3，暮雪排第5，赵铁柱排第8，樱花国的佐藤排第10。暮雪和赵铁柱好像都有点意外，没想到天启者是我。不过很快就释然了。正看着排行榜时，我突然发现脚边有动静，低头一看，一只生物正瞪着我。我愣了愣，你怎么没冻死？不应该啊！这会儿他四蹄冻在冰里，怎么挣扎都拔不出来，眼看就要冻僵了。回应我的是他警惕的叫声，我心一软，打算放他一条生路。于是我提起铲子，走到他脚下使劲凿冰，咔咔几声，冰面很快就被凿开了。小羊甩了甩蹄子，从水里跳了出来，没跑，就在旁边的巨羊冰雕旁咩来咩去。行吧，就让他再看几分钟，我也趁机歇会儿，等下再上传这些巨羊尸体。其实刚才看到排行榜还有天启的相关信息，我也挺惊讶的。大夏天启者居然真的是我。直播黑屏那会儿，巨羊群还没来，我排名又低，国家却认定我是天启者，只能说高层是真有眼光。于是我站起身，选择上传物资。我一边上传巨羊尸体，一边瞥了眼排行榜，积分涨的是真快，就5秒钟的功夫，我的排名已经冲到了全球第2，而且物资积分还在一个劲飙升，离第1名的小约翰就差1步。旁边那只小羊还没走，就侧着脑袋看我，咩咩叫个不停。见状我笑着逗他，别看了，你同胞都被我上传换积分了。没一会儿，系统提示音就响了，我随手扫了一眼，好家伙，直接冲到第1名了，积分还在秒涨，停都停不下来。等我上传完血魔狼后，点评中心瞬间就安静了，原本质疑我天启者身份的观众也彻底服了。
等我的积分停下上涨，蓝星突然就静了下来，紧接着系统的机械音就响了，开始发放争者刘其明的排名奖励。虽然细微没能活到最后，但他仍凭借死前上传的物资维持在了第10名，所以也拿到了第10名的奖励。获得了多功能背包和1瓶稀有级治疗药剂，以及大奥国自然环境提高1%。与此同时，赵铁柱和暮雪的奖励纷纷到账，不仅是稀有多功能背包和3瓶稀有治疗药剂，还让大夏国自然环境提升了7%。排名前10的开拓者，大夏国占了3个位置，这让其他国的观众们看的眼睛都红了。上帝啊，怎么全是他们？你看，快看，大夏国温度转暖，空气质量也达到优加标准，太羡慕了吧！要是能移民就好了。阿西巴，传说级药剂，起死回生的神药啊！很快，全球最瞩目的通告就来了。第1名章鱼，也就是我，获得了传说级的霸王弓。大夏国的自然环境也提升至40%。这一刻，世界各国的观众的心里却五味杂陈。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开拓者会如此拼。光是提升国运的奖励就非常丰厚，更别说开荒小神器和药剂了。可还没等他们感慨完，天上就砸下来一道七彩祥瑞光，直接灌进了大夏国。神迹真的出现了，北方的苦寒彻底没了，南方的酷热也散了。此时，好多大夏人还穿着厚羽绒服，突然就出汗了，脱了单衣就能在户外走。老人们的哮喘也好多了，虽然还不能种粮食，但水资源清洁度已经是全球第1了。而世界各国人们也酸得彻底，醉了。加上之前的优化，大夏要打造仙境吗？真想去定居啊！请求举国上下投入母亲的怀抱。我觉得56个民族一定很和谐，请求再多一个吧。大夏自己国的观众们也乐得合不拢嘴，这就是国运提升，也太爽了吧！山河重塑有生之年系列，感谢开拓者们，感谢国家啊！就连战略局的老首长一众领导们也热泪盈眶，这一刻等得太久了。老首长激动的眼冒泪花。在高等文明来之后，我们不放弃每一个群众的作为，曾导致排名下降，但正因为不放弃每一个人，才会出现像张宇和暮雪、赵铁柱这样的国家英雄。这说明了坚持终有回报，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接下来国家要制定天启之争的战略规划。没等老首长说完，提示音竟再次降临。有了手机，我的总积分超过了前100名所有人的积分总和。所以系统追加神话级奖励，一个神话级称号物资主宰，每天能任意时间地点具现一次已获得的物资，还有一个神话级生存盲盒。而我在听到特殊奖励的提示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神话级称号，这也太香了！随时随地能具现已有的物资，以后再也不用费力气拖猎物了。上次在浆果丛林有几千斤浆果，我要是早有这称号，就能全具现走，一点都不浪费。之前上传血魔狼尸体，就是因为太沉带不动，而且血魔狼特别记仇，对同类的气味还特敏感。我要是把尸体带回庇护所，以后就别想出远门了。想想几十只狼蹲在庇护所门口的样子，就头皮发麻。此时我看着光幕上闪着七彩光的虚拟宝箱，激动的直搓手，居然还有房车。可当我看清投放距离时，顿时就傻眼了。不是吧？20公里，这也太远了！高等文明，你逗我玩呢？这么远的距离，我上哪儿找去啊？突然我拍了一下脑袋，哦对，我有情报局。那没事了，远点就远点，就当活动身体了。正当我琢磨盲盒能开出什么的时候，国运系统突然提示我奖励发放中，天穹上瞬间传来2声刺耳的呼啸，只见一金一台2道流星交叉着往下落，彩色的划了道弧线就消失在远处，另一道金色流星拖着长长的尾焰，精准又暴力的朝我砸过来。我猛地向后退去，下一秒巨大的水柱碎冰冲天而起，紧接着水柱带着冰块和不知名的小鱼砸回冰面上。我赶紧凑过去一看，冰面被砸出个直径10几米的大窟窿，那道金光就这么沉到湖底了。而我旁边的幼年猛犸被吓得4条腿都在打哆嗦。见此情形，我立刻就懵了，我的传说级霸王弓掉湖底了！你妈的，这得捞上来啊！于是我赶紧查下盲盒的具体位置。系统，我要刷新生存情报。金色文字瞬间在视网膜上重复，一道提示随之浮现，发现特殊物资巨甲猛犸羊，喂食2份稀有级植类，菌类资源即可驯化。传说级生存盲盒已投放至距离你约17米的冰窟窿。见状，我脱衣服的动作一下子停住。啥玩意儿？我转身看着那只小羊，它眨着眼睛，一副自己很无辜的模样，顿时就把我逗乐了。我是真没料到，驯化这小羊的优先级居然比传说级盲盒还高。犹豫了2秒半，我突然觉得捞箱子不急了。要是能驯化它，以后既能当驼兽，又能薅羊毛，简直是太划算了。这不等于提前点出畜牧科技树了？我脱掉迷彩斗篷，肉疼的从怀里掏出2颗冰晶浆果。这浆果圆润饱满，吸足了 A 级白栽的精华，能做银星级食物，还能大幅提升身体素质。对我现在来说老值钱了，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于是我举起果子递到他嘴边。你吃不吃？小羊原本警惕的眼神瞬间就亮了，他舌头一卷，就把2颗浆果都吞下去。下一秒，他身上灰扑扑的胎毛全掉光了，长出一层厚实的绒毛。他的体型也肉眼可见的长上去，从半人高长到快小毛驴那么大。最惊人的是，他头顶那根嫩羊角上，居然浮现出一道复杂的金色纹路。见状，我又惊又喜，这也长得太快了吧！跟吃了化肥似的。这时，小羊打了个响屁，也跟着摇摇头，不再瑟缩发抖，反而用带经文的脑袋蹭我的大腿。
眼神里全是依赖。这时光幕弹出驯化成功的提示，我心里顿时老开心了。没想到驯化居然这么简单，这不就是有资源就能驯化吗？太容易了。我突然想起之前推演里看到的自羊群，头羊好像也是金奖。难不成这只被族群遗弃的小家伙在我手里好好养着，以后能长成头羊？肯定是这样，不错不错。我摸了摸它厚实的背脊，手感老好了。我心里一动，试着翻身骑上去，结果没做稳，连人带羊一起摔在了冰面上。对此，小羊委屈地叫了一声。我评估了一下，它的身子骨还是有点单薄，坐着还不如雪地车舒服。以后你就负责拉车，叫你小拉吧。紧接着我拍了拍它的脑袋，小拉，你在这守着我的衣服。我下去捞点东西就上来。紧接着我就脱光衣服，在小拉好奇的目光里，深吸一口气，猛地扎进了漆黑的冰窟窿。入水的瞬间，我还以为会刺骨的冷，结果压根没有，一点都不冻得慌，反而有点温。我立马就懂了，外面常年零下5、6度，但冰层下的湖水也就0度左右。我有高级抗寒能力，跳进去跟冬天泡温泉似的，特别舒服。于是我在水里稳住身形，先回头看了眼头顶，眼前已经标出了清晰的退路，确认退路没问题，我才潜入湖底深处。越往湖底深处，光线越暗，到最后彻底黑透，四周静得吓人，连水流声都没有。换正常人早慌了，但我眼前的景象突然变了。危机情报更新了，嗡的一声，像是系统自动检测到了水下环境，眼前的黑暗一下子褪去，变成了一张淡蓝色的声纳雷达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了一下，赶紧测试这新能力。只见水下版的危机情报雷达图上，各色光点在来回流动，黄色的是没威胁的小鱼，偶尔飘过的暗红色光团是有攻击性的大鱼，而湖底的岩缝居然有几道金色流光在慢慢涌。我瞳孔一锁，一下子就认出那是冰凝柱鱼，能增加体质的稀有资源。我心里巨激动，跟发现新大陆似的。这一趟真是来对了。说实话，要是没有危机情报，就算这些鱼游到我眼皮子底下，我也看不见，并且实在太黑了。我压下徒手抓鱼的冲动，顺着眼前的指引，快速游向湖底淤泥里的绿色坐标，那可是我的霸王弓，排行榜第1的奖励，可不能丢了。紧接着我游了过去，双手扣住箱子，试着提了提，水里有阻力，加上箱子本身的重量，直接拖上去太费劲，还容易出意外。就在这开，我在水里调整好姿势，摸到箱子的锁扣，轻轻一按，咔嚓一声，箱盖直接就弹开了，气泡一个劲往上冒，一把泛着淡金微光的武器，安安稳稳卡在凹槽里。我伸手握住弓身，入手冰凉还挺沉，借着武器本身的金属光亮，我才发现这压根不是传统的弓箭。但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于是我抱着弓箭顺利游回冰面。才过去5分钟，冰窟窿就结了1厘米厚的冰晶。我用霸王弓轻轻一戳，冰晶就碎了，顺势浮出水面。空气冷得跟刀子似的，但我身体已经进化过，这点冷不算啥。皎洁的月光下，我仔细打量这把新武器，它全身是哑光黑合金做的，设计风格跟我的雪地车一模一样，满是机械工业感。弓臂连接处是精密的液压滑轮，弓弦是一根极细但特别结实的胶索。最让我惊讶的是，弓的两端被磨成了锋利的菱形刃口，弓把那还有个机械锁扣。我脑子里一下就想明白了，手腕一抖就触发了机关，弓臂猛地反向合上，从一张巨弓变成了一柄1米8长的双刃战矛。远弓是弓，近战是矛，这是霸王弓的2种形态。我顿时就爱不释手地挥了2下，能感觉到水流的阻力，在它流线型设计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太赞了，难怪是第1名的奖励，这相当于2把武器啊！紧接着我深吸一口气，抱着霸王矛又潜回了湖底。没一会儿，一道金色流光就大摇大摆从我头顶。是条肥硕的冰凝柱鱼，它显然没意识到危险。我腰腹猛地发力，手中霸王矛刺破水流，直扎过去，没什么花哨动作，就是纯靠力量和速度。但是扎空了，那冰凝柱鱼好像察觉到了危险，轻松躲开致命一击，化作一道金光钻进了湖里深处。见状，我也明白，稀有资源就是不一样，暂时惹不起，算了，换个目标。过了1分钟，一道暗红色鱼影从我面前划过，神之凝视，眼前的画面突然变慢，那条大鱼还没来得及摆尾，就被锋利的刃口刺穿了。只见它疼得疯狂扭动身，紧接着就没了动静。Nice， 欺负这种杂鱼还是没问题的。而我见好就收，带着战利品直接上来。等我穿衣服的时候，小拉用迷茫的大眼睛盯着这条冻僵的鱼，好像在好奇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走过去拍了拍它的脑袋，走了，我们回家。这条鱼大概40公分长，3斤重，能做成鱼块和鱼干，5次磨成粉还能给小拉吃。但是我刚走2步就停住了，我发现刚才传说级盲盒坠落时冲击力太大，掀起的湖水把不少鱼冲到冰面上。我随手捡起一条冻得硬邦邦的灰色扁，真是个老倒霉蛋，正好拿回去炖汤。旁边的小拉好像反应过来了，跑到一边用蹄子扒拉出一条鱼，献宝似的叼到我脚边。见状我有点无奈，小拉，你是羊不是狗了，去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小拉像是得到了夸奖，蹄子一转又去搜寻猎物。见此情形，我脑瓜子嗡嗡的。蛮荒的生物都这么精吗？以后让他干活，估计得费不少心。一圈搜下来，小拉捡回10几条小硬骨冰塑，加起来也有15斤重，正好能放在雪地车自带的货架上。回去的路上风雪越来越大，我半躺在雪地车驾驶座上，双腿跟风火轮似的疯狂蹬踏。虽然车子有齿轮传动助力，但逆风行驶还载着10几斤鱼，依旧很费体力。就在我累得满头大汗时，一道灰色闪电从我身旁窜了过去，
是刚进化完的小拉，正撒欢似的在雪地上蹦来蹦去。他一会儿窜到前面几十米，一会儿又折回来，跟在我车旁边，歪着带经文羊角的脑袋，用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好像在说：“你好慢啊，是不是没吃饭？”我额头青筋都快跳出来了。这白眼羊，等回去就找根绳子套住他。登车的时候，我也像其他开拓者一样，琢磨着天启之争的新变化。国运排行榜已经更新了，我虽然稳稳站着第1名，但也不能大意。只因光幕上多了几行鲜红的提示。再看看面板，这更新可真多。这一幕让我忍不住啧舌。看光幕上的说明，我大概清楚自己的身体素质比刚到蛮荒时强了4倍，最猛的还是精神指标快60点，这都是风霜姐给的福报。我估摸着自己的综合身体素质已经达到蓝星评估体系里的王牌级了，这可是极少数开拓者才能达到的水平，真不错。我能在1个月内达到这个程度，全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再加上一点情报优势。接着我目光往下移，落在面板最下方泛着彩光的新栏目上，天启之争阶段任务，神之使徒。蛮荒世界散落着神明遗迹，探索寻找供奉神明的方法，就有机会成为神使。首位成功转职的开拓者将获得神话级奖励。跟上次的争者刘其明不一样，这次的任务是所有开拓者都能参加。对此我的心脏忍不住狂跳了2下，就因为那个生存盲盒，我太清楚神话级的东西有多香了。而且这奖励不是瞎扔的盲盒，是只要找对方法，弯腰就能捡到的好东西。当然霸王宫是个例外，下次发奖励我一定离湖啊海啊之类的地方远点，探索遗迹，找成为神使的方法。对其他开拓者来说，蛮荒世界又黑又未知，就算遇到遗迹能顶住神明的考验，也看不懂蛮荒的文字和简笔画，他们得自己或者靠身后的国家花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尝试。但我不一样，我有情报系统，正确答案我早就知道了，冲就完事了。思路是清楚，但我也知道没那么容易。除了已知的冰银蛀鱼，2阶魔兽血魔熊也是个大麻烦。先把另一个传说级箱子捡了，再提升神之凝视的等级，练练剑术，趁机再攒点情报点，找到神话级生存盲盒和冰心莲，就能尽快完成转职。虽然我单杀过精英血魔狼，但我也清楚离高枕无忧还差得远。想在永动台原长期活下去，个人实力必须再提升，不然连一只羊都能天天鄙视我。于是我踩着车灯，恶狠狠地对旁边等着我的小拉说：“小拉，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信不信我回去就把你炖了？”小拉根本不信，摇了摇头，一个弹射起舞，溅了我一脸血。同一时间，蛮荒各地的开拓者对新版本的反应也不一样。小约翰指着天空破口大骂：“什么破任务，分明就是给传奇开拓者准备的。”他心里清楚，就算自己平均62的体质，也跟这个任务没关系，只能收拾东西迁徙。他隐约感觉到下一片区域既有危险也有机遇。临走前，他看着空荡荡的洞穴，咧嘴一笑：“要不是张宇，我也不会做这个决定。希望下个月你还能给我惊喜。先去拿我的泰坦战甲吧。”而海岸线那边，梅尔无奈地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心都在滴血。他的传说级奖品也掉海里了。露天矿区的洞穴深处，暮雪摸着刚拿到的稀有级多功能背包，神色很冷静。平均35点体质不算多，但我已经站在第1梯队了。下个月必争前2，有了背包他能走得更远，采集更多矿石。至于神之使徒的任务，他根本没多想，这不是他现在该考虑的事。黑暗丛林的树洞里，赵铁柱也抱着稀有级背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单杀血魔狼，年轻人的身体就是好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刚到平均30的体质，心里有点焦虑。下个月得先把身体素质提上来才行，那个蜂窝还得再去1次。而排名更低的开拓者里，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大多数人拿到剑体液后都立马用了，想提升身体素质，身体越强越有机会猎杀魔兽，这样才能形成正循环。而此时的蓝星，一场羊肉风暴也正式降临了。老首长在会议上当着一众将军的面说：“同志们，张宇同志给我们送来一份大礼，近100万只羊。”老首长的声音还是那么沉稳有力。经检测，长期吃巨角猛犸羊能大幅改善人体机能，是战略物资，怎么分是个大问题。而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人说话，都在等老首长下指示。老首长也不迟疑，大手一挥，3道指令说的掷地有声：第一，全民普惠，优先给学校有孩子的家庭供应，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整体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第二，精英培养，作为开拓者学院和特种部队的特供资源，第9批开拓者必须有最强健的体魄，用好肉养猛兵，送到蛮荒做天启者最强的助力。说着，老首长眼里闪过一丝锋芒，语气也冷了下来。最后放一部分到国际市场高价卖，稀有矿产和生物技术列个单子给他们，告诉他们想吃魔兽肉可以拿我们没有的技术来换。跟各位同步个新消息，第9批开拓者2个月后就开始投放。办公室里的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懵了。才3个月就开放新名额，高等文明这是加快速度了。这时老首长缓了缓，又说：“这是好事，为了更好的帮天启者发展，我们要给他们选一位合适的观察员，也就是沟通者。各位请投票。”而我这边还在蛮荒的永东台原上遭罪，风雪跟带了刀子似的刮在身上生疼，那力道恨不得把肉都刮下来。快到黎明的时候，我慢慢停下登车，调整着呼吸，逃不掉了。我带着小拉一路都在刻意避开痕迹，可还是被血魔狼盯上，当成猎物了。小拉的生物本能让他想立马转身逃跑，但因为我在，他还是硬着头皮停在雪地车旁，吓得瑟瑟发抖。
我抬头一看，3头体型硕大的成年血魔狼呈三角阵型，悄无声息地跟在雪地车后面。他们没急着扑上来，喉咙里一直发出滚雷似的低吼，忧虑的眼睛里全是狡诈的寒光。领头的那只体型最大，左眼还有一道疤痕，看着就比另外2只更凶厉。麻烦了。我一只手摸向车斗里的霸王矛，另一只手飞快地从怀里掏出最后一枚冰晶浆果。我咬掉一半，快速咽进肚子里，剩下的一半猛地扔向小拉。分开跑吧。被盯上不是因为小拉，是因为我刚才猎杀过血魔狼，蛮荒的群居掠食者对同类的血气特别敏锐。我已经够小心了，可还是没能完全清除身上的血气。小拉虽然还小，但在蛮荒的法则里泡久了，也懂我的意思。他一口吞下浆果，浆果里的狂暴能量像是点燃了他的血液，他一头扎进风雪里，头也不回地跑远了。见状，领头的独眼狼眼里闪过一丝贪婪，吃了冰晶浆果的右手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他低吼一声，立马转身追着小拉跑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要是刚才没救下小拉，没驯化他，现在我就得一个人面对3只血魔狼的围攻，活下去的几率得大打折扣。刚咽下去的半枚浆果化作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乱窜，我的身体活性还有各项素质都在快速提升。于是我翻身下车，紧紧握住了霸王矛。我面前还剩下2头成年血魔狼，跟2座灰白色的小山似的处在那。近距离面对这种蛮荒掠食者，那种视觉冲击差点把人压垮。这根本不是狼，就是披着狼皮，体型堪比成年孟加拉虎的杀戮机器。更让人绝望的是，他们还特别聪明。只见他们分站在我左右两边，相隔足足10米远。左边那头体型稍大，他压低重心，幽绿色的瞳孔死死锁住我迷彩斗篷下若隐若现的身形。右边那头则在慢慢游走，故意来回晃悠，分散我的注意力。这时右边的公狼先动了，后腿肌肉猛地一收缩，蓄满了力道。他的本能告诉他，眼前这个奇怪的生物是杀害他同胞的凶手，必须死。巨狼猛地暴起，跟一辆失控的重型卡车似的，裹着漫天风雪，一瞬间就扑到了我跟前。他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就能咬碎我的头颅。我瞬间就使用神之凝视的技能，下一秒周围的风雪在这一刻凝固了。千钧一发之际，我往左边一斜，有惊无险地避开了他的致命一吻。但我不只是闪避，错身而过的瞬间，我手里的霸王矛没有挥砍，而是极其阴毒地竖起矛刃，借着巨狼往前冲的巨大惯性，让锋利的矛尖在他侧腹上狠狠一刮。巨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惯性带着他冲出去好几米，在雪地上犁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可还没等我调整好重心，左边那头早就蓄势待发的血魔狼立马抓住了这个空档。这就是顶级掠食者的配合。第一头佯攻，第二头才是真正的绝杀。我就立刚卸，心力还没提上来，一股腥风就又扑面而来。神之凝视能让我清楚看到他利爪落下的轨迹，可我的身体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意识。既然躲不掉，那就拼了。于是我眼里闪过一丝狠劲，猛地咬了咬牙，不再想着全身而退，强行扭转上半身，用左臂硬生生挡住他的利爪，右手单臂握矛，对着半空中扑来的巨狼狠狠捅了过去。扑哧2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我整个人跟被炮弹击中似的，横着飞了出去，重重砸在雪地车旁。左臂的迷彩斗篷、羽绒服全被撕烂了，3道深可见骨的爪痕，皮肉翻卷，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更严重的是，我能清晰感觉到手臂的骨头好像开裂了，这是我进入蛮荒以来受的最严重的伤。但偷袭我的那头血魔狼也没好到哪去，他落地后踉跄了几步，前胸多了一个血洞，那是我刚才拼死捅进去的一矛，虽然没刺中心脏，但也扎穿了肌肉层，鲜血一滴滴涌出来，浸湿皮毛后很快就冻结成了血红的冰碴。风雪依旧呼啸，可现场却一下子变得死寂。我和2头受伤的血魔狼呈三角阵型死死对峙着，谁也不敢先动。就在这时，国运系统突然响起提示音，看着光幕上的提示，我心里只剩无奈，差一点我就成这死亡人数里的一个了。而蓝星这边，我的直播间刚亮起画面，原本等着道贺的几亿观众心瞬间凉了半截，弹幕从整齐的祝贺直接乱成一团。我是不是进错频道了？大神挂彩了！天呐，2头血魔狼和狼对峙的我，压根不知道自己给蓝星观众整出这么大的惊喜。此刻对面2头血魔狼都挂了彩，鲜血滴在雪地上，看着触目惊心。他们死死盯着我，而我扶着雪地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能看到他们忧虑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和惊疑。我大口喘着气，左臂的剧痛钻心刺骨，但论战损比我是赢的。下一秒怪事发生了，肚子里还没消化完的冰晶浆果能量像是感应到我有危险，突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药力，一层肉眼可见的白色蒸汽直接从我手臂的伤口里冒了出来。我不动声色瞥了眼胳膊，原本流血不止的爪痕正以离谱的速度止血结痂，骨头的痛感也在快速消退，换成了酥麻的痒意。这就是冰晶浆果的特殊药力，我心里顿时一喜。难怪小拉吃完进化的那么快，这玩意儿是真的好。对面的2头血魔狼也看到了这一幕，作为有点智商的蛮荒生物，他们直接愣住了，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是在交流。在蛮荒的法则里，受伤就是虚弱，虚弱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们对视一眼，竟发出了撤退的信号。2头巨兽慢慢往后退，全程都正面对着我，直到退到100米外的风雪里才转身消失，确认狼彻底走了。我腿一软，当啷一声瘫在雪地车旁，冷汗直接浸透了后背，真够狡猾的，一点都不浪。我心里还有点遗憾，还是自己力量不够，一头被我划中腰腹，再深点就能开膛破肚，另一头应该伤到肺了，这伤放蓝星必死。可这是蛮荒，顶级掠食者的愈合能力太恐怖，
不是致死伤根本留不下他们。要是没这把霸王弓，只有合金铲的话，我今天恐怕真得交代在这。风雪还在吼，我的心跳总算平复了些。我抬眼看向环境情报，驯化小拉后，视网膜上的3D 地图就多了个嫩绿光点，这会儿正朝着冰湖区一个劲闪。没死就好，太好了。我松了口气，随即发现不对劲，那绿点的移动姿势也太风骚了，一会儿画个 S 型，一会儿来个锐角折返，甚至敢冲进深红色的危险区域，再急速逃出来。说好听是走位，说难听点就是在浪。行啊，不愧是有头羊之姿的家伙。我嘴角抽了抽，立马想明白了。小拉的体质本来就不差，估计是因为太小才被族群抛弃。这下因祸得福，吃了2枚半冰金浆果，资质又拔高了一阶，才能在危险区闲庭信步。冰金浆果对人类是进化钥匙，对小拉这种本土生物药效怕是更强。先不管它了，安全就行。刚确认完小拉没事，情报更新的提示就弹了出来，今日情报已刷新。我随口道：选 A。本来就是想看看之前那盲盒落哪了，结果一眼看到个惊喜。今日情报生存类，传说级生存盲盒，距离你东北方约300米。被掩埋至雪下0.5米深处，这么近，顺路拿了再回庇护所。于是我立马翻身上车，雪地车发出低沉的嗡鸣，银色的车身在风雪里划了道弧线，朝着东北方疾驰而去。而蓝星大厦的直播间里，观众们看我瘫坐在雪地车旁，压抑了半天，总算找回了呼吸的力气。弹幕密密麻麻刷起来，卧槽，那把武器还能变形，毛弓双形态，这是什么神仙科技？别管武器了，大神真牛逼，单枪匹马逼退2头血魔狼，好多血，呜呜心疼死了。大神的迷彩斗篷啊，稀有级防具就这么报废了。废话，那可是2头成年血魔狼啊，换别人早没了。刚才差点以为看不到大神了，谁说大神的羊群是捡的？明明是狼口厮杀出来的。无数大夏观众看着我手臂上的伤，才终于明白，我们现在能吃到巨角猛犸羊肉，能有这么好的生存物资，都是开拓者在蛮荒拿命拼来的。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羊肉。而此时第3情报中心，柳菲菲看着屏幕上我触目惊心的伤口，还有观众们又震惊又痛惜的留言，眼眶微微发红。她攥紧拳头，指甲都快嵌进肉里，最后狠狠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不能再消沉下去，一定要争取成为张宇的观察员，为大夏的火种在永动台原站稳脚跟出一份力。她对着屏幕轻轻敲下加油2字后，就继续分析数据去了。10分钟后，我到了冰冷裂谷，这里的地形碎得很，狂风在冰柱之间穿来穿去。我跳下车，按着情报给的坐标，用合金铲快速挖雪，才挖了半米深，就听到叮的一声，紧接着铲尖碰到了硬东西，是金属。我用力一撬，一个暗金色的箱子露了出来，不知道是什么金属做的，表面刻着繁复的蛮荒花纹，就算在风雪里也透着股神圣劲儿。到手我没敢当场开，直接扔进雪地车的车架，立马跳上驾驶位，再往里走就是巨型冰虫的栖息地，太危险了，这里不能多待。回程的路上，一股被窥视的寒意再次爬上我的脊背，我回过头看去，发现是血魔狼群。见状，我握紧了车把，受伤的手臂隐隐作痛。血魔狼的报复心极强，嗅觉又异常灵敏，我这是被彻底盯上了。但他们并没有靠近，而是远远地吊着。20分钟后，我总算冲回了热能溶洞。我借着杠杆原理，费了9牛2虎之力，推过一块巨大的方形坚冰，把溶洞入口的地缝死死堵上。最后又铲了几铲子碎雪填在缝隙里，浇上凉水，让低温把这里冻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造冰门。做完这一切，我才踩着碎石走到休息区，瘫坐在铺着厚厚雪鼠兽皮的地上。好险！回来的路上，尾随的血魔狼越来越多，不过幸好这处庇护所自带威慑气息，他们才没敢进攻。不过我也清楚，接下来得在庇护所里苟一阵了。紧绷的神经一松懈，深入骨髓的疲惫感瞬间席卷全身。1天1夜开车赶路，还跟狼死磕了2次，我的精力早就见底了。连刚拿到的传说级盲盒都顾不上开，我脑袋一歪，直接睡死过去。我刚歇下，压根不知道蓝星已经炸过了，全网都在扒我跟血魔狼死斗，捡传说级宝箱的事。但是国际上的声音却褒贬不一。瑞士蛮荒点评中心的专家鲁道夫推了推眼镜，指着我带血的左臂，张宇靠武器击退2头血魔狼是奇迹，但战略上完全错误。血魔狼群居记仇，他激怒了狼群，就算躲庇护所也会被长期蹲守，没法外出采集资源。我不看好他第2个月的排行榜。这话一出，外国观众全附和。这时主持人茱莉亚突然打断，本台刚收到消息，灯塔国、英兰国等成立神之同盟，搞资料垄断。直播间瞬间哗然，谁都没料到刚才还唱衰我的鲁道夫猛地一拍桌子怒吼，荒谬！全人类生死存亡之际，你们搞垄断，是自私短视的懦夫，更是亵渎开拓者精神。你们根本就是对张宇、对大夏抱有偏见。毒蛇老头竟第1个为大夏鸣不平。直播间弹幕瞬间空屏，而神之同盟的出现也让世界各国彻底动了起来。而我这边还在蛮荒世界的热能溶洞里睡大觉。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嘴唇干得发裂，想撑着身子去喝水，左臂一下子传来剧痛，疼得我倒抽一口冷气。借着溶洞里发光苔藓的光，我看了看左臂，血是止住了，但3道深可见骨的抓痕还是突突的疼。幸好有武器，不然这次真悬了。我用右手拿起霸王矛，指尖摸了摸它冰冷的刃，咔嗒一声，它就变成弓形态了。1寸长1寸强，如果我有箭矢的话，或许就不会受伤了。目前有效射程也就300米，不过我有4倍常人的力量，
还有神之凝视，100米之内指哪打哪还是没问题的。我试着动了动左臂，疼得皱紧了眉。肌腱受损太严重，短时间内根本用不上力，只能先养伤。狼群虽然无法攻入庇护所，但在永动台原区域被猎杀的阴影始终笼罩，下次再遭遇，恐怕也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我必须变强，得有新底牌才行。我的目光落在了溶洞角落，那个暗金色的传说级生存盲盒就安安静静待在那儿。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用右手撑着地面站起来，将宝箱里的物品拿了出来。是传说级的深蓝潜水服，能自适应体型，穿上去跟第2层皮肤一样，还能在水下自由呼吸，水里移动速度也能提升3倍。我可没忘，冰湖底有好多冰银蛀鱼，那可是能加属性让我进化的好东西。上次就是因为憋气和水压，只能看着没办法。现在有了这件潜水服，就再也不怕了。我伸手碰了碰它，幽蓝色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蔓延，眨眼间就覆盖了全身，又很快隐没不见，一点束缚感都没有，反倒觉得身子轻了不少。不愧是传说级的衣服，太完美了。然而与我的暗手不同，直播间观众们却难受至极。不是吧？好像是潜水服啊！这不是陆地最拉传说装备吗？大神的运气也太背了吧！此时我拿出最后一块高能矿煤生气火，打算再做一份银星级食物，好好疗疗伤。等伤好了就去冰湖捞鱼。然而高能矿煤快用完了，这顿吃完就得吃生食了。永动台原这鬼地方，木材少得可怜。上次跟血魔狼打完，迷彩斗篷也破了，没挂在这根本活不下去，只能等明天情报刷新，看看能不能刷出新资源。而且溶洞底部挺大，上次只探到神秘大厅就毁了，但现在的身体状态实在太差，想去探险就必须先把伤养好。这时10锅水废了，我从冰封大门里摸出珍藏的雷击大腿肉，用霸王弓刃切成薄片，又扔了3颗冰晶浆果进去，没一会食物的香味就冒了出来。于是我顾不上烫，夹起肉片就塞嘴里，味蕾瞬间炸开，一股清凉顺着食道滑进胃里，转眼化作热流冲去左臂伤口。提示高品质食物正修复你的身体，我顿时就闷哼一声，伤口传来一阵剧痒，是肉芽在疯狂生长，肌腱在重连的信号。10来分钟后，一锅肉连汤带骨头全造完，我活动了下左臂，不疼也不软了，握拳发力，熟悉的力量给回来了。这银星级食物是真顶，堪比稀有治疗药剂了。直播间里观众都松了气，这也就是大神的物资储备，换个开拓者就歇菜了。当然也有观众眼神不错，敏锐注意到张宇的燃料不足，但大家也没有好办法。永动台原啥都缺，我能活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大夏其他开拓者还有不少连水和吃的都愁了。见左臂养的差不多了，我点开面板看能力栏，稀有神之凝视10%，跟血魔狼打了2场，经验条涨了不少。我心里突然冒了个大胆的念头，既然经验能涨，那不如干脆一鼓作气，直接把它拉满。地热溶洞里最后一块矿没灭了，可我眼里的火比之前还旺。这神之凝视的升级法子绝对可行，打血魔狼和猎鱼全靠它，就是耗能多，以前不敢猛用，但现在不一样了。庇护所里200多斤浆果，还有鱼有肉，富得很。于是我盘坐下来，深吸一口气，集中意念，直接开了神之凝视。嗡的一下，世界又慢下来了。溶洞里的尘埃，岩壁低的水珠，看得一清二楚，每次就2秒的效果。我立马抓把冰蓝浆果塞嘴里补体力，再来接下来就是反复开技能吃浆果。枯燥是枯燥，只要经验条再涨就值得。3天过去后，200斤冰蓝浆果全造光了，就剩点冰晶浆果。可我的神之凝视经验条已经达到60%，开启后周围事物运动速度放慢90%，还可以洞悉生物弱点死线。见状我猛地睁眼，瞳孔里的淡金光比之前凝视多了，持续时间也从2秒涨到4秒，实打实的变强了，而且体内还攒了不少能力，再慢慢能改善体质。就是看着空了的水果库存，心里有点空落落的。肉还有，就是没火，生吃太费劲。我赶紧换出情报系统，想让他搜附近的可燃物。上次摸索出情报点能咨询问题，指定搜索要3点情报点，可我就剩2点，钱不够没法搜燃料，那就只能找点别的事做。我看向角落里的战利品堆里，霸王弓还没有剑士，高等文明也太抠了。给弓不给剑差评，不过有弓就不错，否则自己做武器，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搞定。思索间，我已利用弓刃边缘开始打磨坚硬腿骨，虽然会比寻常剑杆要短1截，但我也没得选。还是那句话，有比没有强。而直播间的观众见我动起来，都松了口气，全在猜我是不是在作剑。沙沙的打磨声在溶洞里响着，我现在手稳得很，高密度腿骨被磨成光滑笔直的剑杆，再把钢铁鳞羽嵌进剑尾，用受精缠紧，很快2支惨白的骨剑就做好了。我拿起霸王弓搭上骨剑，慢慢拉弦，嘣的一声弓开了点，剑锁定洞口的尖兵，以我现在的体能还拉不满，但不影响使用。配合神之凝视，300米内我就是死神的镰刀，再远就不行了。古剑材质一般，风阻大容易偏，要是能断铁就好了。收好古剑，我看了眼环境地图，小拉的绿光点还在动，不知道他想我没。过2天再去找他。对了，先给小拉做个礼物。想到这，我再次走向3只巨型雪兔尸体，用霸王矛踢出几根韧性超棒的后腿大筋，又把雪鼠皮、雪兔皮裁成皮条，以兔筋为核，3股角和编绳子，还特意把前端编成 Y 字形胸带，适配小拉的体型，让受力点在他肩胛不伤气管。10米长的蛮荒复合绳很快就有雏形了，就差最后一步上油。毕竟用动物油脂泡过的绳子柔韧性好，低温下也不容易断。可我拿起雪鼠板油才想起没火熬油，只能无奈把半成品放下。万事俱备，就差点火了。直播间里观众都在聊我的骨剑，有人说蛮荒魔兽的骨头硬度不输粗体，也有人看出来我缺火了，还有人调侃我是蛮荒第1快男。
但没人提这个月国运排行榜的事。我心里清楚，这几天我的排名又往下掉了。蓝星大厦这边，我的专属观察员选拔到决胜轮了。听说最后一个对手来头不小，是龙牙开拓者大学校长，还是另一个开拓者最敬佩的队长。第3批开拓者之王王刚，他右腿空着没装一指，脊背挺得跟标枪似的。柳菲菲在心中叹气，跟他真怕是难了。看来国家是真的重视张宇。与此同时，我这边情报点刷新了，刚好3点，于是我直接选了环境情报，让系统检测能源。下一秒，我眼前一花，视网膜上弹出淡蓝色雷达波，以我为中心往四周扩散，很快变成一幅3D 全息地图。地表和地下溶洞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地图上跳着淡黄色的火焰角标，是可燃物。地表左上方有株枯萎黑矮树，不仅燃烧值低，还埋在雪下面，性价比太低，懒得弄。我控制视线往下移，扫到溶洞中部有300份湿润苔藓，燃烧值中等，可一看位置我惊住了。好家伙，居然是风霜女神壁画上的，那可万万不敢动，抠烂女神的脸，我还想不想睡好觉了？等雷达扫到溶洞西侧的深裂隙时，突然滴的一声，淡黄色角标变成了黑金光芒连成片。见状我瞳孔一缩，竟然是大量优质煤矿，而且燃烧值高的离谱，这真是意外之喜。于是我立马拿上合金铲和背包，顺着岩壁往深处跑，一路上特别顺利。2阶魔符还在睡觉，就是那味儿太冲人了。路过风霜女神地神秘大厅时，我脚步顿住了。壁画下面的石碗里又攒了一小层晶莹的液体，传说喝极寒神酿能大幅提升抗寒能力，虽然不多，但也是女神的心意。于是我一口就干了，冰凉的液体入喉，立马化作一股温和的力量裹住全身。这次反应没第一次剧烈，却点燃了我体内攒的能源。此时我浑身皮肤发红，头顶冒起白烟，像是在排杂质，骨头噼里啪啦响，肌肉也变得更紧致了。系统提示接连弹出，力量、体质和精神各涨8点，抗寒能力上涨20点。紧接着我又困得不行，再次睡了个婴儿般的好觉，而直播间上亿观众都看傻了。卧槽，大神在修仙吗？怎么还冒烟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精法损吗？天哪，我以为神水是一次性的，结果特么是个全饮。之前哪个国家说大神庇护所不咋地的，出来说话，而我睡得正香，意识突然飘到了别的地方，不是永动台原，是一座超级宏伟的太古神庙，四周全是高不见顶的巨型冰柱，地面亮得像镜子，映着星河流转。这里不是物理上的冷，是能动到灵魂的那种。我立马又开始瑟瑟发抖，于是我立刻喊了一声风霜女神，那道清冷的叹息果然直扎灵魂。张宇，快来不及了！话音一落，梦境立马就碎了。我猛地从白骨堆上弹坐起来，大口喘气，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身子是暖的，可灵魂差点被冻碎。看着眼前的壁画，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不是错觉，女神在催我转职。正想着呢，光幕上突然弹出一条暗紫色的特殊提示，我一看眼睛瞬间亮了，恭喜开拓者获得风霜女神的眷顾，血魔狼群敌意消散。等我取回煤炭，时间已经过去了1天1夜。地热溶洞大厅里终于又有了火光，映着我专注的脸。见状，我忍不住感叹起来：有了煤炭是真不一样，干啥都方便。煤炭火上石锅里的血鼠油脂咕嘟咕嘟翻滚着，肉香混着一点焦糊味，飘得满大厅都是。我之前还担心这味会吵醒沉睡的2阶魔神，探查了几次才发现是我想多了。溶洞里岔路多，气流不往下走，压根影响不到它。这时该上油了，我把编好的复合绳放进热油里，等它吸饱油脂再拿出来晾干。原本生硬的皮子立马变得又韧又结实。给小拉的礼物总算做好了，我坐回火堆旁，手里翻着架子上的熏肉干，又想起了那个冰冷的梦境。来不及，到底是什么来不及？风霜女神这么催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高等文明的秘密？算了，不想了，先加快献祭速度再说。我探查过庇护所外血魔狼的踪迹，已经从惨绿色变成了淡黄色，它们成了中立生物，不再主动攻击。而我的第一目标就是找冰银茱萸完成第1次献祭，顺便再提升下身体素质。不过出发前，我还是想求稳，再刷点神之凝视的经验值。这么多肉放着不吃，迟早变成僵尸肉。拒绝冻肉从我做起。与此同时，蓝星我直播间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起因是一张高清直播截图，这张截图被好几亿蓝星网友转发，还带着个标红加粗的标题：谁才是蛮荒的主人？截图里我手握合金铲，站在一处地质断裂带旁，断裂带最底能隐约看到暗红的裂隙，像一枚燃烧殆尽的太阳，还在源源不断的向上传输磅礴热量。借着上升的热气流，两边100米高的峭壁上长着成片的幽蓝温台，断崖被蓝光照着，露出一大片煤炭。最火的几条评论全在说这就是家里有矿，大神开挂了。那天观众们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连我是怎么回去的都忘了。国外观众更不能理解，还有人公开向高等文明请愿，希望他们国家第9批开拓者也能落到永动台原，场面又魔幻又混乱。而此时溶洞里早已香气扑鼻，和其他第8批开拓者的挣扎比起来，我的日子实在太奢侈了。石锅里装满了炖血鼠，我吃得飞快，每一口都嚼得很碎，好让身体充分吸收这些高热量的蛋白质。大量食物入腹后，温暖的热流滋润了我的4肢百骸，饱食度很快就满了，其他属性也在有条不紊的持续上升。自从找到煤矿回到庇护所，我的综合体质就迎来了大爆发。吃完消化的间隙，我看了眼自己的面板，虽然库存食物基本清空，但综合体质已达到50多，最大收获还是神之凝视提升到4秒半，应该是最后一次了。于是我盘坐了下来，继续提升神之凝视。嗡的一下，整个世界又变慢了，漂浮的微尘，跳动的火苗，岩壁上苔藓的微弱起伏，
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试着抬起胳膊，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肉体还没发力，一道半透明的金色虚影就先从躯壳里脱离出来。我顺着虚影划过的轨迹移动手臂，直到5秒后，真实的肉体和金色虚影完美融合，分毫不差。下一秒，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恭喜开拓者获得传说级能力神之预示。我站在原地闭着眼，琢磨着刚才那5秒的特殊体验。说白了，就跟突然登了个满级大号似的，这能力是真强。忽然，我脑子里冒出来个大胆的念头，我赶紧抓起脚边的霸王弓，反手抽了支古剑搭上，对准溶洞角落的钟乳石，我喊了一声开启，瞳孔里的金轮又冒了出来。轰的一下，眼前的世界瞬间变慢。更绝的是，我眼里竟有一道金色虚线，从剑尖滑了到抛物线，直直连在钟乳石尖上。我晃了晃胳膊，虚线也跟着迷。我操，这不是锁头挂吗？可才过2秒，视线就突然没了，脑袋一阵眩晕，我腿一软，差点跪下，霸王弓也掉在了地上。于是我扶着膝盖咳嗽，大口喘着气，脑袋嗡嗡响，脸白的跟纸似的。紧接着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不是普通的饿，是每个细胞都在喊着要能量。我这才瞥见面孔，神之玉石透支了14点体力值，看来我需要海量的高能食物作为燃料，才能支撑肉体消耗。我转头看了看旁边的石锅，空空如也，比我脸还干净。最近刷技能熟练度，储备粮早造完了，看来我只能出去狩猎了。于是我检查了一下装备，煤炭和霸王弓，以及2支古剑和金属箱，还有给小拉的礼物都没落下。收拾好东西，我就立马出发。刚出去没多久，我直播间的热度就爆了，毕竟我是第8批开拓者首月榜首，不少外国人、研究员估计都来看了。不过我没心思管这些，先打猎要紧。到了永动台原，狂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雪力打过来也生疼。我停下脚步，瞥见左前方雪坡上有一道深红色痕迹，面板立马跳出来提示：一阶稀有风灵恐兽，5分钟前还在这儿觅食。我清楚这东西长得像远古红鸟，2米多高，浑身附着刀片似的灰白羽鳞，性情极暴烈，被惹到就不死不休，还被叫做蛮荒自爆怪。而且它的肉巨难吃，又酸又涩，还带点毒。但我不能放过它，它的胫骨密度极高，硬得跟合金似的，最适合做重型古剑。我看了下宝石度，还能再用一次神之玉石，赶紧调转方向，顺着痕迹追了上去。追着痕迹跑了没多久，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停下了雪地车。我没敢耽误，立马翻身下车，动作一点不拖沓，双脚踩在雪地上，整个人都融进了周围的风雪里。摘弓搭箭，一气呵成。下一秒，我眼里又泛起金光，嗡的一声，乱刮的风雪瞬间慢了下来。一条条气流通道看得清清楚楚，那只风灵恐兽正低着头爪似的，模样跟鸵鸟似的。它好像凭着野兽的直觉察觉到了什么，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觉，慢慢抬起头，脖子上还浮现出一道金色虚影，正朝着我的方向转来。我手指轻轻一松，弓弦颤了一下，那声音立马就被呼啸的风声盖过。古剑像条灵活的小龙，钻进我看准的气流通道，一下就消失在了白茫茫的雪地。我收了弓，淡定上车，继续往前开。这一箭肯定中，开到150米，直播间里的质疑声也彻底没了。这就是顶级神射手，他的体质才多少？一箭秒杀，这不科学，这完全违背空气动力学。等开到210米的地方，我停在一处被封的乱石堆旁，下了车，镜头跟着我拉近，就见那只风灵恐兽躺在雪地上，腿还在微微抽搐，它的左眼眶里正插着我的古剑，只露出一截湛蓝的剑影，妥妥的一箭爆头。看着眼前的风灵恐兽，我心里老满意了，这骨头绝对是做重型古剑的好材料。于是我趁着尸体还有余温，赶紧用弓刃剔除上面的血肉，没一会儿就得到了2根高密度腿骨，剩下的肉就让我贩了来。有毒不能吃，到底是上传给国家研究，还是自己带走试试呢？正纠结着呢，突然弹出一条提示：观察员王刚申请绑定。我手猛地一抖，差点切到手指。我操，王校长，那可是我的偶像啊！他可是第3批开拓者之王，冰神王刚，也是无数大夏开拓者心中的男神。于是我在心里急着喊：绑定，快绑定！下一秒，一道低沉带着点烟嗓的磁性声就直接出现在了我心底。张宇同志，收到，请回答。我真没想到，国家居然这么重视我，还把王校长这位大夏传奇派来当我的观察员。我赶紧开口，声音都有点变调。王校长好，我是学员张宇。王校长笑了笑，脸上的刚毅线条柔和了不少。行了，别紧张，我现在不是校长，是你的僚机。他眼里满是赞赏，刚才那一箭射得漂亮，就算是我全盛时期，这个距离也没必中的吧。闻言，我正想解释，却被他打断了。不用解释，也别说话。他语气突然严肃起来。咱们的对话是加密，直播间观众听不到，你也不用动嘴。心里想什么，我都能收到。听见他的话，我瞬间松了口气。好嘞，加密频道太有安全感了，这也能看出来，各国的天启竞争肯定会更激烈。这时，王校长接着说：“先说重点，国家智囊团给你定了3条核心方针：第一，深筑强广积粮，你周围的资源点是第8批开拓者里最好的，你得深耕开发，物资看情况上传，先保证自己发育好。”闻言，我轻轻点了点头，心里的担子一下子轻了不少。物资该上传还是自己留，本就是每个开拓者最头疼的事。现在有国家定调，我就不用再纠结了。紧接着，王校长语气里透着振奋：第二，种植计划，
我愣了一下，这永动台原环境这么恶劣，怎么可能搞种植啊？他很快就给我解释清楚，国家科学院正在攻克技术难关，研发碳磷热解酶化技术。简单说就是把蝙蝠粪便转化成热性肥料，等技术成熟传给你，你就能利用溶洞的地热大量种植苔藓，说不定还能解决蛮荒的农业问题。闻言我大吃一惊，心里立马暖烘烘的。这就是国家的力量，科学家们都在背后给我铺路。一旦技术成功，我的溶洞就能变成生产基地，真正做到衣食无忧了。紧接着王校长又叹了口气，语气带点歉意。第三，关于神之使徒的阶段任务，国家也知道，但西方封锁资料，我们只能优先破译繁荣女神，争取让幽影开拓者先转职。这对你不公平，你稳住心态就好。听见他的话，我连连摆手。没事没事，我心里有数，还是要感谢国家对我的重视。说着，我不由得在心中感慨，我有情报系统，早就知道献祭需要什么东西，这事对我影响不大。当然，情报系统的事，我没打算告诉国家，万一高等文明在监控，就麻烦了。然后王校长说出了我最关心的事，最后说个好消息，你妹妹张小小的眼部手术成功了，已经重见光明，你爸妈也跟她一起接到了京城特区，现在生活得很好，他们让你注意安全，等你活着回去吃饺子。这话一出口，我心里瞬间一暖，刚才那副硬邦邦的猎手架子一下就破防了，眼眶有点发红。我在蛮荒这么拼命，不就是为了让家人能吃饱穿暖，让妹妹能重见光明吗？太好了，谢谢王校长，也谢谢国家。我声音都有点哽咽。王校长爽朗一笑，谢什么谢？你给国家长脸了，该说谢谢的是国家，不搞煽情那套了。加密通话时间有限，你还有啥问题？我深吸一口气，平复好情绪，指着地上的风铃恐兽尸体，这东西的肉有毒，国家需要吗？王校长的回答简单直接，还特别专业，不用，你自己吃。专家组分析了你的击杀回放，你那一剑太快，直接切断了他的中枢，毒腺和应激激素都没来得及分泌，而且这是稀有魔兽肉，加热会流失能域，你甚至可以生吃。大佬说的肯定没错，我立马切了一块腿肉，晶莹剔透的，跟红宝石似的，直接放进了嘴里，没有预想中的血腥味，入口冰凉，接着就化成一股甘甜，跟顶级刺身似的，滑进喉咙后变成热流，滋润着我刚才开神之浴时干涸的每一个细胞。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这口感比炖肉强100倍，太爽了！国家给力，王校长也给力。要是没这次连线，我真是坐拥宝山却不自知啊！于是我简单补充了点能量，就把风铃孔兽大卸8块，全都装进了金属箱里。王校长在旁边看着，还不停点头，看样子是挺喜欢我干活麻利的劲，看你挺满意。最后再给你个建议，以你的行进路线，是要去冰湖猎鱼吧？闻言我点点头，是的，我需要祭品和大量食物。王校长立马展现出开拓者之王的老道，没问题。冰湖那边路途远，还没遮挡，你先找地方建个刺激庇护所，有后盾才有容错率。我拍了拍胸口，明白。这建议太值钱了，我这次出来本就打算长期作战，总不能一直待在水里。眼看加密通话就要结束，王校长又说了个让我震惊的消息：张宇晚上还会有一位观察员联系。我登车的脚步猛地一动，心里犯嘀咕：难道王校长不帮我吗？王校长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别多想，我还会一直支持你的开拓工作。其实你有2位观察员，这是高等文明给神话级称号拥有者的特殊待遇。我心里一下子稳了下来。王校长，那另一位观察员是谁啊？我倒是想跟家人联系，可也知道根本不可能。王校长语气肯定地说，是位优秀的研究员，负责你的后勤和情报工作，具体情况他会跟你说。对了，碳磷热解酶化技术和种植技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希望你能满意，保重。张宇。最后一句低语落下，加密频道彻底静默。我抬头望向冰湖的方向，天边压着铅灰色的云，雪原尽头隐约有冰裂的闷响传来。背包里装着给小拉编好的油浸皮索，怀里揣着刚切下的魔兽肉，指尖还残留着神之玉石透支后的微颤，但脚步没停。雪地车碾过冻土，车辙在身后迅速被新雪覆盖。直播间弹幕还在疯狂滚动，有人分析我的路线，有人争论风铃孔兽的毒理，还有人贴出妹妹手术成功的新闻截图。可这些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只盯着前方。王校长让我建刺激庇护所，而冰湖底下那伪兵营驻于正等着成为献祭的第一份答卷。溶洞的火光早已看不见了，涌动台原上只剩一个孤影，朝着远处驶去。